延历3年，也就是唐兴元元年，为了远离佛教势力、大和豪族以及公家的掣肘，桓武天皇是下令在平城京之外建造新都。最初的计划选址呢，是前往有电川之力的长冈京，但是在工程过程中，项目的负责人出自藤原世家的藤原重纪遭到了暗杀，长冈京计划失败。10年后的延历13年，桓武天皇成功迁都到了电川更上游的平安京，以此为标志，日本进入了以贵族文化闻名的平安时代。迁都之后的桓武天皇呢，将主要的精力放在了2件事上，其一是继续建设和整顿平安京，因为此时的平安京还属于基本建成，还有很多内部的维持和附加工程需要做，而且很多设计建成之后，它的功能与预期是不符的。其二呢，是要讨伐虾夷。这些年来，虾夷人在阿户刘维的统治之下变得更加强大，已经有了向关东扩张的势头，威胁很大。桓武天皇想要解决这个问题，就任命了板上田村麻吕为征夷大将军，出征东北，将虾夷人赶到了本州岛北部不大的区域内。但是无论是工程队还是军队，都是既烧钱又烧人口的大工程。日本的国力呢是变得空虚，失去了太多壮丁，导致平安时代前期田地荒芜，税收一直都很困难。桓武天皇的内阁意见也分成了2派，一派是主张立即停止大型工程和军事行动，应该把政府开支控制在维持运行的范围内来与民生息；另一派则主张2件事都只差临门一脚而已了，应该完成平安京，并且将虾夷人赶出本州岛，只要让百姓们再苦一阵子，就能换来长久繁荣的基础。桓武天皇的选择其实你们看了这么久历史视频，应该也猜得到的。在桓武天皇这样的优秀统治者之下，内阁能够公开分成2派时，那就是他本人已经决定了，差不多该收手了。先前的苦一苦百姓，完成大工程的利是天皇要收的，现在利快要见底了，体恤百姓的民，天皇也是要的嘛。此外呢，桓武天皇又设立了勘解由实制度，监察国司交代过程中的不正当行为。不过桓武一代确实是一直很缺钱，天皇家族也做了不少自我牺牲来减少国政的开支。整体来说呢，桓武天皇算得上是一位仁君。公元806年，桓武天皇去世，其子平城天皇即位。3年之后，平城天皇又病重，让位给了弟弟嵯峨天皇，他自己则是从平安京搬到了奈良平城京养病。结果事情变得奇怪了起来，平城上皇的身体渐渐好了起来，而嵯峨天皇反而自己生了病，身体一天比一天差。于是出自藤原世家的平城上皇的妻子藤原耀子和其兄藤原重臣开始计划扶持平城上皇复位。藤原世家呢，帮助平城上皇在平城京建立了朝廷。嵯峨天皇无可奈何，日本似乎有2朝并立的前兆。公元810年，藤原耀子成功的说服平城上皇，决定采取强硬手段，宣布日本迁都到平城京。而嵯峨天皇反应强烈，下令封锁平城京，公告没有迁都计划。平城上皇于是派兵进攻平安京，嵯峨天皇则是派板上田村麻吕前往御敌。平城上皇亲征也不是对手，又回到了平城京。最终呢，平城京并未发生真正意义上的战斗便投降，藤原重臣被射杀处决，藤原耀子见大势已去，遂服毒自杀。平城上皇则是出家为僧，此事史称耀子之变。耀子之变后为了防止类似的事情，嵯峨天皇设立了藏人头，作为天皇近臣参与事务，以此来加强政令当时出自天皇的体制。第1代藏人头是出自藤原北家的藤原东四，于是藤原北家取代了藤原世家掌握权力。从桓武天皇的征夷大将军开始，加上勘解由使、藏人头、减非为使、摄政、官白，这些在大宝律令之外新设的官职被称为另外官。毕竟大宝律令基本就是照搬唐朝的制度，那直接用到日本肯定有各种水土不服。经过这一番改造之后，也许我们可以称之为日本特色的唐制。顺带一提呢，其实一开始建设平安京也是复刻的唐长安，结果用起来很不顺手，才有了桓武天皇迁都之后的大改建。话说回来，桓武天皇迁都的目的是避开佛教、大和彝族和公家的掣肘。那现在迁都后公家的情况我们是知道了，那佛教为什么没有追到平安京去继续扩大政治影响力呢？其实不是不想，而是不能。佛教大势力们从平城京往平安京的传教活动遇上了极大的阻力，因为此时呢，京都的佛界出现了2位天才修士，分别是罪澄和空海。他们吸收了从唐朝传来的密教佛教思想，又与本土佛学融会贯通。罪澄在比瑞山延历寺创立了天台宗，空海则是在高野山金刚峰创立了真言宗。而一直以来呢，代表日本佛教的是曾经从百济国传来的佛学，发展到现在产生了6个拥有影响政治决策实力的强大宗门。
称为南都六宗。然而罪臣和空海二人领悟高深，辩才出众，佛法修为以至玄仙境。总之，整个京都地区在他们二人的佛教思想影响下，信仰如铁桶般坚固，南都六宗完全无法将影响力扩大过去。双方实力悬殊的真正原因当然不是修仙等级的差别。论佛法悟道，罪臣和空海在当时的日本确实可以说是无出其右的。而传播能力悬殊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密教和南都六宗的底层逻辑不同。南都六宗虽然各自对修佛的方向有别，但是整体来说呢，都是强调修行和领悟，是以对修行的思考归纳以及对佛法的理解演绎为根本。而两个新兴的密教佛教则都是强调加持祈祷和修行中的机缘顿悟，以及不失佛的慈悲和佛国大道。显然对于普通人来说呀，密教比南都六宗的门槛那是低太多了，几乎所有的贵族都改信了密教。南都六宗无论是在传教、政治影响还是经济实力方向上的竞争，都无法打入平安京，终于不再有实力撤走天皇。话题回到中央朝廷，藤原东氏成为了嵯峨天皇的近臣之后呢，是开始重用各个藤原家的人，排斥其他家族的人，称为他氏排斥事件。成和9年，嵯峨天皇去世，围绕天皇继承权发生了争执。藤原北家为了维持外戚身份，在朝内倾压其他的势力，受此牵连，最终办事的办谏臣和局势的局义士被以叛国罪流放。他们支持的皇位有力竞争者恒真亲王引咎下野，最终是由藤原东氏的儿子藤原良房的侄子文德天皇即位。藤原北家的实力进一步加强。公元858年，皇位又传给了9岁的清和天皇。藤原良房作为摄政控制了朝政，他也是日本第一个非皇族的摄政。公元866年，平安京正大门应天门被火灾烧毁，大乱言半善男指控乃是左大臣袁信纵火。藤原良房遂派兵包围了袁氏，然而藤原良房听完袁信的辩护之后，认为这事并不是他干的，于是撤出了包围。之后大宅英曲向藤原良房密报，他看到半善男带着另外2人跑出应天门之后不久就发生了火灾，并且听说半善男曾经与人商量陷害袁信，事情变得扑朔迷离。再后来，一名半善男的家臣因为牵扯进了一起谋杀案而被捕。严刑拷打之下，他承认应天门的火就是他自己放的。藤原良房拿着供词去质问半善男，半善男也不再抵抗，承认了确实就是他策划的，目的就是要陷害袁信。这是平安时代一个超级大案，史称应天门之变。策划者半善男被流放，再加上文德天皇即位争端中半谏臣被流放，大和王权势力的代表之一非鸟奈良时代的顶级豪族半氏从此彻底没落。于是藤原良房的时代，藤原北家在朝中的根基更加稳固。良房死后呢，他的儿子藤原基金继续掌权。清和天皇死后即位的阳城天皇又是幼年登基，藤原基金于是又成了摄政。然而后来藤原基金和阳城天皇关系恶劣，无法调和之下，阳城天皇禅位给了55岁的光孝天皇。但是呀，藤原基金他并没有功成身退，在成年天皇的朝中依然维持着摄政权力，称为关白。到这个时候还没有关白这个官职，属于光孝天皇代表天皇家族对藤原氏表达感谢的专门称呼。光孝天皇即位3年后因年老去世，21岁的宇多天皇即位。宇多天皇决定正式任命藤原基金为关白。在任命仪式上呢，藤原基金拒绝受命，这也是惯例。然后第2次任命仪式上，宇多天皇说，我希望效仿中国的阿衡的责任，任命藤原基金为关白。然而阿衡这个职位其实是个名誉职务，没有实际的职权。藤原基金认为宇多天皇是在表达认为自己毫无执政能力，一事无成，因而发怒再次拒绝了任命，并且停止了摄政的工作。之后呢，宇多天皇亲自召见藤原基金，但是藤原基金还是认为宇多天皇就是想当众羞辱他，二人关系并未修好。又过了1年，菅原道真出面劝藤原基金说，你再摆烂下去的话，藤原氏的势力恐怕要开始衰败了。基金于是在一次宇多天皇断案失误的机会，进言判罚太重，以此恢复了工作。在这个过程中呢，一直都是宇多天皇请藤原基金支持工作的印象，实际上是藤原基金试图在天皇只有21岁时夺取天皇家族和藤原北家之间关系主导权的尝试，但是宇多天皇并没有让他如愿。4年后的891年，藤原基金去世，宇多天皇任命菅原道真为新的藏人头，并且明确地表示不会重用藤原氏的族人。菅原道真一上台就干了一件大事，建议宇多天皇废除遣唐使制度。因为这时呢，唐朝本身已经是经历了安史之乱和黄巢起义之后风雨飘摇了，而且遣唐使在路上出意外的比率很高，继续挑选精英派往唐朝，完全是在浪费日本的宝贵人才。
894年，也就是唐朝灭亡的13年前，日本正式停止了派遣遣唐使。在这个航海技术还不发达的时代，废除遣唐使意味着日本与海外的交流急剧萎缩，代表日本本土文化的国风文化开始盛行。不过这是以前的说法了，现在的日本学界更常会认为，在8到9世纪呢，日本的很多活动都是先从照搬唐朝的做法开始，而后进行符合日本社会的改造。因此，国风文化的盛行应该视为隋唐文化日本化的正常历史过程，与废除遣唐使制度的关系不大。而且事实上呢，9世纪末10世纪初，来往于日本经商的中国人和朝鲜人的数量是明显增加的，这是一种正冷经热的状态，而不能认为是日本实际上闭关锁国的时代。无论国风文化是日本本土文化的崛起也好，是隋唐文化的日本化高潮期也好，国风文化的兴盛为后世纷繁的日本文化建立了基础，成为了日本历史从古代史走向中世史的标志之一。菅原道真稳定之后呢，宇多天皇让位给了醍醐天皇，如此一来，天皇不再需要设置摄政或者是官白。醍醐天皇在宇多天皇的授意之下呢，任命了菅原道真为右大臣，藤原时平为左大臣。其中菅原道真支持的是宇多天皇，而藤原时平支持的是醍醐天皇。让位之后的一段时间里，朝廷中即使是藤原时平派系下的核心重臣，很多也都还是宇多上皇的人，宇多上皇也还是会直接参与政治。那么随着醍醐天皇稳定体制，宇多上皇和菅原道真对阵醍醐天皇和藤原时平的矛盾逐渐表面化。醍醐天皇打算迎娶藤原时平的妹妹为皇后，遭到了宇多上皇强烈抵抗。宇多上皇以阿衡事件举例，认为外戚干政后患无穷，坚决反对藤原氏的人进入皇室。但是醍醐天皇主张，受到过充分精英教育的官僚集团就只有藤原氏，要稳定政局还是必须要借用藤原氏的力量，双方僵持不下。直到宫廷中出现了传言，说宇多上皇打算举荐菅原道真的女婿入朝。听闻此事之后，醍醐天皇认为不能再让宇多上皇插手下一代的官僚集团了，下令将菅原道真贬至太宰府，此事称为昌太之变。至此呢，进入平安时代之后，中央已经经历了4次藤原氏在争斗中驱逐其他的豪族。昌太之变之后，形成了藤原时平辅佐醍醐天皇亲政的形式。这是平安时代一段相对政局太平、制度完善的时期，称为延禧之治。延禧之治时期，醍醐天皇的主要精力放在3件事情上面。其一呢，是创建了被称为延禧格式的新法令集；其二呢，是创造了古今和歌集；最后是重新制定了班田授受制度。所谓班田授受是一种佃农制度，其核心逻辑是朝廷将土地分配给登记在册的农民并征税，然后农民去世之后回收土地。然而到了醍醐天皇的时代，在重税时期逃荒，或者为了躲避赋税而伪造性别等等问题积压，户籍制度本身已经成了一个笑话。那么在此基础上，以及班田授受制度收税也就不现实了。现在朝廷的做法是基于垦田永年私财法，把土地租给富农或者是庄园主，然后由他们经营交税，称为指定农民。这是日本从人头税转向土地税的尝试阶段。这套做法时间长了之后呢，贵族们也有样学样，班田授受制度已经名存实亡。而且由于逃离了户籍的农民，实际上是从土地的束缚中解脱出来，立刻就明白了曾经以为理所当然的朝廷制度是如何剥削自己的。他们或是做流窜农民，或是落草为寇，始终不愿意回归户籍系统。这些人被称为浮浪或者是逃亡。户籍农民们也在和他们的交流中获得了思想解放。虽然朝廷花了很多精力来宣传浮浪和逃亡是没有文化呀、蛮夷行径之类的，但是还是越来越多的农民希望如他们一样从体制的压力中解放出来，自己控制自己的生产和消费的时间。于是呢，醍醐天皇推出了延禧庄园整理令，禁止指定农民的存在，试图纠正这个历史遗留问题。但是班田授受制度和户籍制度的崩溃并没有停止，无论离开户籍土地的农民是成了流窜农民，还是成了贼寇，都会对自己的安危有所担忧。因此很多农民都会在自家准备好武器，以备不时之需。而由于土地关系变得复杂，争端也变得越发频繁，一些农民变成了第一批武士。农民对朝廷失去信任，武士越来越多，争斗不断。长此以往那也不是办法，朝廷最终决定彻底转向土地税，规定耕种期间纳税，土地分配不再以农民的一生为单位。如果农民逃亡之后，可以立刻分配给新的农民。这些朝廷分配的土地被称为民，耕种者被称为田亩。这个制度称为富民体制，是当时农民脱离土地束缚的需求和朝廷征税需求的一种妥协。
由于没有了土地归还时间的限制，以土地为基础发展出了新的阶级。一些有能力的农民在免税期间不断的开荒，拥有了不小的田产。日后被纳入朝廷系统之后，他们成了开发领主，而富族们则是逐渐接收了农民逃离之后的民，拥有了广大土地，成为大民。开发领主和大民们为了维护自己通过自身努力得来不易的家产，也开始豢养武装集团，武士阶级进一步扩大。此外，朝廷本身也设置了双口武士，而且当皇室规模太大时，天皇会将自己的小儿子们转为家臣或者外放，称为臣级将相。这些原皇族借用地位和受教育的优势，在地方上统合了农民武士，逐渐形成了武士集团。其中最显眼的呢，是桓武天皇的后代平氏和清河天皇的后代袁氏。另外，下级贵族常被安排进入押领使或者是追捕使的职位，主要负责对付民间盗贼集团。这些都意味着武士已经进入了朝廷中。到了醍醐天皇的时代结束时，土地问题引发的各种混乱已经无法解决，武士的存在成为了常识。人们跨越了身份阶级的壁垒，以武力集合成了一个个团体。武士取代贵族已现端倪，日本历史也就从古代进入了中世。醍醐天皇的继承人是朱雀天皇。朱雀天皇的时代，藤原时平的弟弟藤原忠平被任命为关白摄政。随着武士集团的成长，他们也终于在这个时代开始整大火，走上了历史的舞台。在关东和西日本几乎同时发生了武士叛乱，一起是平将门之乱，另一起是藤原纯友之乱，两氏合称承平天庆之乱。先来说说平将门之乱。平将门的祖父从桓武天皇获赐平姓，家族在现在的千叶县担任国司，根基在关东。在平将门年轻时，他曾在藤原忠平门下学习，并在朝廷中作为双口武士工作。后因父亲早逝，平将门回到关东。然而回家之后，他发现他的3个叔叔曾在家族变故霸占了家产，平将门的家族陷入了困境。此外呢，平将门和这3位叔父之间又因为一名女子有纠纷，最终演变成了家族火拼。平将门带着族人连战连胜，声名鹊起于关东。事后，平将门成为了关东各武装势力的带头大哥，各地豪族纷纷派人前来找平将门拜码头取经，也邀请他主持解决各家族的利益争端。公元939年，藤原玄明和长鹿国司因税收问题发生了纠纷，藤原玄明向平将门求助，长鹿国司则是要求平将门交出藤原玄明，平将门无视要求，双方集合支持者开战。其实平将门对藤原氏治下朝廷的重税和强迫劳役早就很不满了，因此这次站出来直接反抗朝廷的国司，发动了起义。在这次战斗中，平将门对阵拥有3倍兵力的长鹿国司军队，获得了压倒性的胜利，甚至抢夺了朝廷的印绶，自己统治了长鹿国。这已经完全是叛乱行为。朝廷一直以为平将门只是和一些地方官员因为女子或者是利益分配的问题有矛盾而已，对于这突如其来的起义始料未及，陷入了大混乱。那么随着平将门的起义军风卷残云，他很快占领了关东8国。他在领地内减轻徭役和赋税，也得到了民众和地方豪族的广泛支持，人称新皇，这就是要取代天皇的意思了。朝廷则发布了敕令，全国凡能讨杀平将门者将授予贵族地位。押领使藤原秀香于是希望趁这个机会晋升成为贵族，他拉拢了与平将门有仇的平真胜一同出征讨伐。双方交战中，平将门身中流矢而亡，叛乱军之后迅速被镇压，平将门之乱结束。几乎同时呢，藤原纯友在西日本也发动了叛乱。藤原纯友出自藤原北家，年少时其才能在藤原氏中也堪称天骄。然而也是由于父亲早逝，他在朝廷内一直难以晋升，最终被任命为伊予国司，负责监管濑户内海的海盗活动，被排除出了中央。但藤原纯友就发现，这些海盗中许多人也都是体制内晋升的失败者，个个都对体制晋升不公深有怨言。而那些有能力领导一支海盗部队的头目们，许多都与藤原纯友有相似的经历，他反而和各地的海盗头目们有了交情。藤原纯友在濑户内海四处与海盗们积极交战，一时间成为了西日本最有名的武斗派海上力量。后来呢，朝廷召藤原纯友返回京都，不料纯友拒绝召回，突然号召海盗们反抗朝廷。此事一出，许多海盗团体都选择支持藤原纯友，濑户内海周边的地方豪族们迅速被镇压，藤原纯友割据了濑户内海周边数国之地。然而朝廷的军力正在镇压平将门，无力派兵反击，于是发文嘉奖藤原纯友平定海盗之乱有功，要求他到京都领赏。
双方谈判途中，平将们被镇压，朝廷转而以追捕使小野好友为大将，派遣海军前往镇压藤原纯友。双方首战地点在战旗国，藤原纯友胜。不过朝廷的实力还是要强很多的，尽管战斗取胜，但是战场还是被朝廷海军一路向西推进，甚至出现了一些船只投降朝廷的情况。那么为了扭转局势，藤原纯友以攻为守，夺取了西部重镇太宰府，这逼迫朝廷进一步增兵。小野好古接收了日本海侧的海军之后，从北面向太宰府进攻，最终藤原纯友战败被俘，在押送回京的路上离奇死亡，死因至今不明。同一时期，东西日本都发生了大规模叛乱，使得新生的武士阶级拥有了极强的存在感。同时，两场叛乱的镇压过程中，朝廷也都要依靠地方豪族的武士们支持，押领使和追捕使的力量已经不足以威慑全国了。公元946年，朱雀天皇让位于村上天皇。为了挽救朝廷的信任危机，村上天皇亲政，不设官白摄政。村上天皇整顿了财政和贵族，再次迎来了一段相对稳定的时期，称为天地之治。然而，体制性的矛盾已经无可回头。在表面的安定之下，朝廷和地方都在积累变化的势能，下一代将不得不面对体制改革。在天地之治期间，民间对以前元大宝为代表的日本朝廷货币已经彻底失去了信心，来自中国的铜币成为了日本的主要流通货币。另一方面呢，藤原北家的藤原实赖也扩张着影响力，主张恢复摄关政治，而被醍醐天皇层级降下的原高明则是整合了支持天皇亲政的朝廷势力，与藤原氏开展政治斗争。村上天皇驾崩之后，平安京四处都流传着原高明行为不端的流言，最终呢，还是藤原实赖成功的将原高明贬至太宰府，史称安和之变。安和之变是藤原北家最后一次重要的他氏排斥事件，从此藤原北家独占了日本朝廷，几乎成为了固定产生摄政和官白的家族。那么藤原氏的夺权过程和武家的崛起其实是相辅相成的过程，中间的纽带便是对农民的征税。在上期中提到了平安时代的税务制度不稳定，造成了武士的诞生，纳税人不再稳定，使得朝廷的税收制度也不再能满足需求了。于是呢，平安朝廷采用了一种摊派包税人的方式，加强国司的权力以确保税收，几乎允许国司们采用任何方式来获取税收，只需要按时按量上交朝廷。这也就意味着国司可以将多出来的税金据为己有，甚至可以发布征集徭役的命令，来使农民以劳动交税。之后呢，国司又进一步分包收税的业务，派遣被称为徭任的代理人前往收税。徭任们派出的直接与农民交涉的收税人则被称为受理。对土地上的人来说，可以说是没有任何权利，只有纳税的义务。如此一来，朝廷的国司和通过富民体制获得土地的开发领主和大名田主们就完全成了对立关系。尤其是自己创业开垦新地的开发领主们，更不可能接受创业成果平白无故的被朝廷摘走，而且甚至可能都不是交给朝廷，而是被国司私人霸占的。于是开发领主们向藤原氏等上层贵族和一些大型士社提出了建议，那就是我们一次把规矩立下来，决定一个朝廷征税的比例，但是朝廷以后也不能再在已经承认了的私人土地的所有权上做文章。这是一次聪明的妥协，担心被地方官府没收产业的创业家们得到了中央朝廷对其产业的保护。本来被国司夺走的部分税收成了贵族们的利益，这种行为呢被称为寂静。这些脱离了国司收税系统的土地则被称为寂静地系庄园。从此而来的资产成为了藤原氏在朝廷中纵横捭阖的强大支撑。公元995年起，藤原道长成为了藤原氏的大家长。在道长的时代，藤原氏的政治资产达到了顶峰。藤原道长有4位女儿都嫁给了天皇，此外还有3位天皇是他的外孙，几乎和天皇家族融为了一体。据说呢，在藤原道长的3女嫁给天皇时，他曾即兴作诗称天下已入我手。不过他的日记中并没有这件事，应该是后人杜撰的。藤原道长晚年建立了法成寺，并在此出家，将权力交给了他的儿子藤原赖通。公元1019年，藤原赖通被任命为官白，随后统治了朝廷长达50年之久。也是在藤原赖通的时代，藤原氏建造了象征其家族繁荣的平等院凤凰堂。与其他的藤原氏大佬不同的是，藤原赖通的女儿太少了，不得已将唯一的亲女儿和一位养女都嫁给了天皇。更糟糕的是，他们都没能为天皇产下男子。因此呢，藤原赖通在外戚专权这条路上比他的前辈们艰难了很多。眼看天皇继承人可能不再是藤原氏的子孙，其他的朝臣们都在等着看好戏的同时，地方上的权力秩序也进一步失去了控制。
国司们不能对依附于贵族的土地征税，也未必能战胜一些庞大的地方武士家族，那么只能加重剥削能欺负的人们，首领们在地方上变得无恶不作，这又导致了更多农民投靠武士集团。武士集团之间争夺土地的战争也经常发生，那农民尚且还有投靠武士的退路，而在重税之下又没有政府外势力保护的城市居民们，则只能在贫困、死亡和瘟疫中度过。民间一片末日景象之下，佛教的末法思想在日本迅速兴起，人们都相信现在就是释迦牟尼佛逝世之后旧法湮灭、新法未至的暗黑时代。藤原赖通也被民间认为是末法时代的代表人物可以说是初代佛迪。在庶民们的这种绝望氛围之下，空野禅师传播的净土教迅速兴起。净土教的教义呢，讲述了在末法时期寻求来世和极乐净土的思想，以拯救世人的阿弥陀佛为主要的信仰对象。信仰阿弥陀佛的形式也很简单，只需要念诵南无阿弥陀佛来进行祈祷即可。这种心灵的慰藉和几乎为零的入门门槛，使之在乱世中迅速爆发。净土教的信仰迅速地压过了密教和南都六宗，不久也成为了贵族们的主要信仰。据说呢，藤原赖通也是为了洗刷自己末法时代统治者的污名，这才建立了平等院凤凰堂来为民众祈祷平安。1019年，女真族突袭朝鲜半岛的高丽，之后以此威势组成50艘船的舰队袭击日本的伊岐岛和对马岛，当地官员藤原理忠等人战败上升，女真人登岛掠夺之后撤离，继续掠夺筑前国，也就是今天的福冈周边，约1500人被杀。而后太宰府主事藤原龙家整合了当地武士集团发动反击，成功击退了女真人，此事史称刀一入寇。和元明时代不同，当时日本是航海能力更弱的一方，因此会受到来自大陆的袭击，被称为刀一。不过规模一般都很小，这次大规模的刀一入寇事件震惊了长期独自享受和平的日本朝廷和贵族，也进一步提高了新兴武士阶级的话语权。10年之后的1028年，也是平家门之乱大约100年后，关东地区再次爆发了由平氏主导的大规模反叛。平中长因为与国司的矛盾而举起了反旗。而与100年前不同的是呢，现在的武士阶级已经强大了许多。平中长击溃了朝廷派来的3支平叛部队，势不可挡。朝廷也挤出了最后的兵力交给源赖信，由他征讨平氏。源赖信有过作为首领和藤原道长幕僚的工作经验，是一位文武双修的朝廷武士，且有一定的声望。最终源赖信成功击退了这次叛乱，也有说是平中长主动撤销了叛乱。总之，此事使得源氏的威名在关东打开，成为了源氏势力进入关东的契机。之后呢，被誉为英雄的源赖信在关东扩张，他的目标是虾夷人的土地。桓武天皇征虾夷之后，两族基本以北纬40度为界，在虾夷人的部分逐渐形成了清源氏统治出羽国、安倍氏统治陆奥国的形势。两家定期向日本朝廷进贡，后来安倍氏实力扩大，成为了独立国。再到差不多平中长之乱的时期，安倍赖实领导下的安倍氏不再向日本朝廷进贡。1051年，朝廷决定派军镇压安倍赖实，结果大败而归。朝廷便启用了源赖信的儿子源赖义为陆奥军队长。安倍赖实呢，他是畏惧源赖信的威名，不战而降，但是向源赖义效忠，而不是向日本朝廷效忠。就这样，事情看似告一段落。然而之后，源赖义的部队被安倍赖实的儿子袭击。源赖义召见安倍氏，要求解释，结果遭到了拒绝。之后呢，源赖义的朝廷军和安倍氏的战斗再次开始。现在呢，对于是否是安倍氏袭击了朝廷军还是有争议的，也有可能是当时陆奥国其他的豪族试图扳倒安倍氏的操作。总之之后，源赖义和安倍氏之间是进入了拉锯战。尽管安倍赖实本人是于1057年前往京亲的途中战死了，但是安倍氏仍然在奋力战斗，并且利用北方冬天的严寒，取得了2次对朝廷军的胜利。虽说是朝廷军呢，但是其实朝廷已经几乎不给这支军队提供军需和增援了。源氏2代英雄却遭到了朝廷如此对待，关东居民们响应源赖义前往支援，这支军队也就基本变成了源氏的军队。但是凭借一支孤军和拥有稳定领地的安倍氏之间战斗还是很困难。于是源赖义将目光投向了出羽国，与清源氏取得了联系。最终清源武则率领清源氏军队支持源赖义，局势这才得以扭转。到了1062年，安倍氏新任家督战士，经过12年激战，源赖义镇压了安倍氏。这场战争被称为前9年之战。视角回到中央，由于藤原赖通就一个女儿，她嫁给天皇之后还没有生下男子。日本时隔170年，终于再次迎来了一位并非藤原氏女儿生下的天皇后三条天皇。藤原氏的外戚权力大大削弱，后三条天皇也果断地对藤原氏的既得利益下手，
准备整顿寂静地系庄园。1069年，后三条天皇发布了盐酒庄园整理令，成立了记录庄园劝契所，作为独立的垂直机构，对庄园进行审查和管理。倒查25年，对1045年之后建立的庄园全面清理，没收其中的非法庄园，重新作为公领，交由国司负责征税。后三条天皇去世之后，由其子白河天皇继位，并且后三条天皇还隔代指定了白河天皇的弟弟作为白河天皇下一代的储君。藤原氏两代衰弱，又无法拥立亲近藤原氏的新君，授官政治时代正式结束。不过白河天皇并没有遵循后三条天皇的遗训，而是在1086年传位给了年仅8岁的儿子枯川天皇，自己成为上皇，从幕后操纵政局。后三条天皇已死，再加上枯川天皇也不会让藤原氏有机可乘，白河天皇的这次操作倒是没有受到任何异议。从此之后的天皇大多都会早早传位，然后作为太上皇遥控政局，称为院政体制。这使得日本中央朝廷得到了数十年的安稳，而比篡权贵族威胁更大的武士集团们也在继续发展。在枯川天皇之后，鸟羽天皇、崇德天皇相继继位，原本被后三条天皇隔代指定的白河天皇的弟弟却被排除了。之所以会形成院政体制，是因为白河天皇发现成为上皇之后，能够实际上变成退休的 OB， 天皇的规则和礼仪自然也就对他不再适用，更方便行使权力。于是渐渐的，掌握实权的便不再是天皇身边的官僚，而是上皇身边的贵族和武士了。白河上皇虽然成为了日本中世之后最强大的集权者之一，但是他的人生中还是有3件不能掌握的事情。其一是鹤茂川的水，其二是双鹿投掷的点数，最后便是比瑞山严立寺的法师们。这个莫名很有后劲的冷笑话出自《平家物语》，据说是白河上皇的自我总结。现在自古以来的镇护国家和净土教都在扩张，佛教势力拥有了越来越大的力量，并且佛教势力也卷入了土地纷争中。和武士一样，为了保护土地和寺庙，僧侣们也武装了起来。这种武装的僧侣被称为僧兵，特别是比瑞山严立寺的僧兵非常的强大，还会以宗教形式为借口强行推进自己的诉求。白河上皇本身也是比较虔诚的佛教徒，他害怕受到佛祖的惩罚，基本上是承认了由佛教徒发起的僧兵是宗教的行为。但是周围有这么一批武装势力也是要提防的，于是他又设立了特别警卫武士团。这些武士在他的北面的房间中待命，故被称为北面武士。北面武士基本是从源氏和平氏中择优选取，这一过程也提升了朝廷的军事力量。视角来到地方，东北地区再次发生了重要的武士集团战争。1062年，前9年之役灭亡了安倍氏，之后源师栋梁源赖义去世，同样是在前9年之役中有所表现的他的儿子源赖家驻守陆奥国。昔日盟友出羽国清源氏进一步扩张，成为了有能力统一东北地区的强大势力。前9年之战经过了20年，清源氏的家督从清源武则变成了清源真衡，但是清源氏内部的血缘关系复杂，清源真衡和他的2个胞弟清源家衡和清源亲衡之间还是存在竞争，而清源亲衡和家衡的母亲又是安倍赖氏的女儿，而作为安倍氏的公主之前还是藤原氏方的妻子，所以他们其实是异父异母的亲兄弟。总之外部关系上是对清源真衡很不利。后来真衡看见自己没能生下嫡子，便接收了一名养子来做储君，并且让他娶了源赖义的女儿。本来是为了增加外援的操作，结果在结婚仪式的当天，真衡的叔父吉彦秀武以超过长辈对晚辈的高规格，将礼金举过头顶递给清源真衡。然而当时的清源真衡正在全神贯注的下围棋，没有注意到，气氛一下子就尴尬了。吉彦秀武感到自己受到羞辱，他将作为礼金的纱巾扔进庭园中，然后愤然离去。之后真衡也发怒，宣布吉彦秀武这是反叛，他将起兵讨伐。那么清源家衡和清源亲衡兄弟也就表态支持吉彦秀武。不过双方一直都是在对峙，最后也没有真正开战。后来事情也基本不了了之了，一方单独撤退一段时间再回来继续对峙，这种事情也是时有发生。但是源义家接手陆奥国之后，知晓了这场纷争，决定支持自己的妹夫真衡，成功击退了亲衡和家衡的军队。但是随着清源真衡疾病去世，战争也就到此结束了。源义家便将原来真衡治下的土地分给了亲衡和家衡，然后清源家衡又对分配方式不满，袭击了亲衡的府邸。清源亲衡虽然逃脱了，但是他的妻子儿女都被杀害，于是战争再次爆发。源义家当然是站在了亲衡一方攻击家衡，但是由于北方发迹的清源氏更熟悉环境，清源家衡利用冬季的严寒打败了源氏，
发现所谓的武家栋梁袁氏大家长也并非是不可战胜的，加衡随后就移至荆泽要塞，打算守土抗战。袁一家和清源清衡虽然发动了进攻，但是损失巨大，一直无法攻效。后来呢，吉彦秀武提议围城断粮，并且对出城者一律处死，并且告知城内。最终清源嘉衡无法支撑，尝试突围，最终是战败被杀，后3年之役结束。朝廷收到战报之后，认为这次战争完全就是袁一家无端介入清源氏的内部纷争，因而拒绝奖赏战功，也不报销战争支出。这意味着参战的关东武士们没有办法得到报酬，袁一家于是用自己的私财支付了武士们的工资。这一行为深深地打动了关东的武士。前9年之战和后3年之战的武士们都是受到袁氏的指挥，被袁氏考评，报酬也是来自袁氏。他们理所当然的就与袁氏建立了牢固的纽带，为后来袁赖朝建立镰仓幕府奠定了基础。清源清衡在后3年之战中统一了清源氏，之后他继承了生父的藤原姓氏，成为了一方超级豪强。后来显赫一时的澳洲藤原氏就此诞生。后来的澳洲藤原氏以岩手县平泉为大本营，势力范围遍布北方，控制的贸易路线更是从华泰到西伯利亚，通过海豹皮、纱巾等等贵重商品的交易，成为了财力极其雄厚的武士集团。为了显示他们的强大财力，甚至建立了中尊寺金色堂这一奇观。而袁一家却不像他的战友一样幸运了，朝廷主事者自然也明白，对于袁氏这种天骄呢，得罪了就要得罪死的道理。如今袁氏从关东武士的精神领袖成了真正的领袖，就正是一个好时机。说到底，现在的袁氏虽然是武士们的栋梁，但是并非朝廷的栋梁，也不是国家的栋梁，仅仅是关东和东北地区的英雄罢了，完全就是院政体制的妨害者。在朝廷拒绝支付后3年之役的军费的同时，也把袁一家的次子袁一清派往对马岛，形同流放。而且朝廷曾经承诺过，东北战事之后会给袁一清安排重要的职位。袁一家长子早夭，作为次子的袁一清是很有可能的继承人，此举进一步引起袁氏的不满。后来袁一清到达对马岛之后，杀死了那里的朝廷官员，掠夺公家财产，而且还干了不止一次，然后就逃亡到隐岐，再次出现时已经到了出云，并且在那里发动了暴乱。朝廷本想让袁氏自己去解决问题，但是袁一家托辞年老不能征战，他的弟弟和四子各自有其他的战事，三子过于纨绔，已经不知所踪。总之就是族中无人可堪大任。于是朝廷转而命令桓武平氏的栋梁伊势平氏的族长平正盛前往讨伐袁义清。伊势平氏本来就是因为袁氏到达关东之后，对支配关东感到棘手的平氏知足，他们也判断这是重返关东的机会，于是接受了号召，前往攻击袁义清。仅仅花了半个月，平正盛就战胜回来，并且带着袁义清在内的5个主要叛乱者的首级。这使得袁氏的社会评价暴跌，平氏的声望则是大大提升。视角回到中央，在院政体制之下，白河上皇去世之后，鸟羽天皇成为了上皇，台前的是崇德天皇。不过鸟羽上皇和崇德天皇两人虽为父子，但是关系极差。也有传言称，崇德天皇的真正父亲是白河上皇，而非鸟羽上皇，这个真实性不明。总之，鸟羽上皇确实是不喜欢崇德天皇。那么后来，鸟羽上皇就命令崇德天皇让位给他的弟弟敬畏天皇。1155年，敬畏天皇去世之后，又安排崇德天皇的另一个弟弟后白河天皇即位，这彻底激怒了崇德上皇。两位上皇的矛盾表面化，武士家族们和藤原氏也打算浑水摸鱼。平氏是利用在袁义清之乱中提升的声望，在平正盛、平中盛、平清盛祖孙3代的经营之下，地位日益提高。袁氏则是为了恢复自己的公信力，族长袁惟义试图加入贵族社会。藤原氏则是打算恢复自后3条天皇以来失去的摄关政治的权利。不过当时的关白藤原中通家中是有点小问题，因为藤原中通一直没有儿子，就培养自己的弟弟藤原赖长为继承人。结果后来藤原中通经过艰苦奋斗，终于有了长子。围绕继承权问题，他和弟弟赖长之间便有了冲突。敬畏天皇呢，就是在这皇室、藤原氏、源平之间斗争复杂的情况下过世的。这些大势力们于是在鸟羽上皇后白河天皇或者崇德上皇两个阵营之间站队，形成了对立关系。1156年，也就是后白河天皇即位的次年，鸟羽上皇病倒。原本是因为权力足够大，鸟羽上皇才能够压制崇德上皇和藤原赖长等人的不满情绪。知道他们两人肯定会搞事的鸟羽上皇，于是在北面武士中挑选了平清盛拉为盟友。同样是原北面武士的袁惟义、袁惟朝父子，则是因为和崇德上皇一方的藤原赖长是朋友，所以加入了崇德上皇一方。到了7月，天气变热，鸟羽上皇的生命眼看已经所剩无几了，
崇德上皇试图在鸟羽上皇生前和他和解，毕竟是父子嘛，就前往探病，但是被鸟羽上皇严词拒之门外。鸟羽上皇甚至下命令，我死后不准让崇德看到我的遗体。崇德上皇得知之后自然是非常愤怒，但是这些事情使得他的立场变得非常不利。鸟羽上皇去世之后，崇德上皇和藤原赖长企图叛乱的谣言四起，两人因此被没收了全部财产，逼到了绝境，于是不得不真的发动叛乱。这是一场如同关原之战一样的两个势力在全国范围内的最终决战，这就是日本平安时代最重要的战争——保元之乱，也是和关原之战一样，开战之前胜负其实就已经基本明了了。后白河天皇一方的平清盛是平家，也是整个武家这一代的栋梁，源氏的栋梁源义朝也是支持后白河天皇，双方的储备兵力十分的悬殊。后白河天皇即使输了决战，也无非就是准备下一场决战而已。而崇德上皇呢，他是一次都不能输，那最终的胜负也并没有拖泥带水，崇德上皇一方很快就彻底战败了。崇德上皇被捕，并且被流放至战旗。藤原赖长呢，他是在逃亡中被弓箭射中，好歹算是战死了。袁惟义则是被自己的儿子袁义朝处决，平宗正也是被自己的侄子平清盛所处决。保元之乱这是以军事结果解决了之前的朝廷政治纷争，后白河天皇成为了最高权力者。但是这也打开了潘多拉的魔盒，用军事手段解决政治问题就成为了一个可选项，平治之乱等等战乱也就理所当然的发生了。最重要的是呢，天皇的存废都被元平两家的战争给决定了，武家政权的时代是真的要来了。后白河天皇呢，他自然是不知道自己已经成为了将来700年武家幕府政权诞生的契机。此时一言九鼎的他，果断的让位给二条天皇，开启了又一个拥有强大集权的院政时代。后白河上皇挑选了信息和尚帮他处理日常的政务。这位信息原名藤原通宪，由于在藤原家中地位较低，因而放弃了仕途，直接出家。后来他的妻子成为了后白河天皇的乳母，这层关系使得他一跃成为了后白河天皇的亲近顾问。那信息负责的工作范围是非常广泛，从庄园的整理、官员的选拔到治安维持等等，都由他来运营。信息的这些工作现在需要武力支持，于是他就接近在保元之乱中大放异彩，作为北面武士而且拥有强大武装力量的平清盛。平清盛在武力支持信息的同时呢，还控制住了濑户内海的重要贸易节点波摩和对外贸易的门户太宰府，经济实力大增。这些事情就引起了藤原信赖的不满。藤原信赖是一位被后白河天皇宠爱的高级官僚，不过他对于地位低下的信息被偏爱这一点很是鄙夷。既然信息接近了平家，那藤原信赖就选择接近源家以对抗。他得到了因为平氏单独发展而不满的源义朝的支持。他们两人找了个平清盛离开京都的时机，发动了兵变，试图绑架上皇和天皇达成政变，视为平治之乱。在皇宫中的信息虽说是逃出了，但是无法逃出搜捕网络，最终自杀。得知事件的平清盛很快就返回了京都，他派出使士，成功的救出了后白河上皇和二条天皇。作为伊势平氏的平清盛返回京都时，还带上了伊势和伊贺的平家军队。最后藤原信赖和源义朝还是战败了。结果呢，是藤原信赖被斩首，源义朝战死，其子源赖朝被流放到了伊豆。通常来说呢，叛乱者的家族都会被灭族以防其复仇。但是平清盛的母亲说，他看源赖朝很像自己另一个已死的儿子，希望留他一命，于是平清盛只是流放了他。这个时候他一定没想到，这波放虎归山最终导致了平家的灭亡。依靠平治之乱中的威名，平清盛是坐稳了平氏大家长的位置，还成为了无可争辩的武家领袖，开启了平家政权。他统领西日本的武士，任命武士中的能干人物为地头，负责管理庄园和治安。此外呢，他还整修了港口，确保了贸易船只的安全，这大大增加了宋朝商人到日本行商的数量，两国贸易进入了空前的繁荣期。与宋朝的贸易和寂静地系庄园的收入支撑着平清盛维持强大的财政实力。但话虽如此，要让人们接受新的规则，还是非一朝一夕之事。平清盛又回头沿用藤原氏摄关政治的方式取代院政体制，他将女儿嫁给了高仓天皇，并且扶植了两人的儿子为安德天皇，成为了朝廷公卿认可的实际权力者。后来还就任了太政大臣。然而平清盛终究还是根基薄弱，不像藤原氏一样能服众。平家以外的武士和贵族渐渐开始对平清盛的政权产生了不满。在这种背景下呢，1180年，朝廷强行推进幅员迁都，武士和贵族的不满随之爆发。已经出家的后白河法皇见状也改变了舵向，他示意皇子以人王联合源赖政起兵反抗朝廷。
虽说战争的结果是平家军队以压倒性的兵力获胜，但是随后呢，后白河法皇继续号召各地武士发动以推翻平家复兴源氏的起义，各地武家纷纷响应，朝廷军疲于评判，战火烧遍了整个日本。日本历史上的地狱南渡时期，自成受勇之乱就此开始。在这些地方起义中呢，被流放到伊豆的源赖朝和信浓的木曾义重二人崭露头角，成为了支撑源氏族人继续作战的英雄。在这场战争中，新田、北条、足利、田山、细川、金川这些家族越发的显眼，他们将要塑造日本将来数百年的历史。源赖朝虽然得到了北条氏支持起兵，但是在石桥山之战中大败于平氏。在这生死之时，尾原景时等人发兵支援源赖朝，这才扭转了颓势。源赖朝成功立足之后呢，他的名声在关东传开，反对平家的武士们纷纷来此聚集。在前9年之役和后3年之役中所建立的源氏与东国武士们的深刻羁绊，在此刻发挥出了威力。源赖朝所在的相模国镰仓几乎成为了关东幕府，武士们都准备向平家复仇。平清盛这边呢，则是派遣孙子平为盛领军进攻镰仓。然而战役开始时，源赖朝的势力已经迅速发展到了超过10万武士，双方在富士川交战，源氏军队轻松地击溃了朝廷军。据说呢，在富士川之战中，平家军队因为野武士们一边倒的支持源氏，又遭遇了远超预期的强大敌军，士气十分的低落，并没有发生显著的战斗，很多武将便带队撤离了。也有说法是，平家军队发现有源氏的军队打算绕后奇袭他们，而变得风声鹤唳，草木皆兵，于是畏战先逃。本来呢，源赖朝打算攻入京都，夺取了政权，但是经过一系列的战斗之后，关东武士们不希望看到家园凋敝，请求先维护关东的治安和稳定。于是呢，源赖朝暂时退出了前线，专注于关东的治理，转而派遣他的2个弟弟源范赖和源义经主持前线的战斗。曾在澳洲藤原氏寄居的源义经，后来发挥了惊人的战争才能，被源平双方认为是当世名将。1181年1月，支持平清盛的高仓上皇去世，后白河法皇复位主持院政。据说此时后白河法皇已经后悔发动源氏的叛乱了，转而支持平清盛。然而同年2月，平清盛就去世了，留下遗言说：“我不需要葬礼，但是要记得以后要将源赖朝的脑袋摆在我的墓前。”同时失去了2个领袖的平家朝廷，于是开始了连战连败。好在平家底蕴深厚，还能勉强支撑。直到4月，在长梁川击败了源赖朝的叔父，才勉强重新稳定了局势。借着长梁川之战的余威，平家再次派军出征，先镇压了西日本的叛乱，又转头镇压北路，希望以此来确保京都的物资供给。然而在这1181年，日本先是春夏发生了旱灾，秋天近畿和东海地区又遭遇了强台风。这一年却也是源平战争的一个小高峰。描绘源平战争的小说中，很多描绘此时的日本饥馑连片，饿殍遍野，人饥相食。镇压北路的平氏军队遭遇到了木曾义重的强力抵抗，双方僵持不下。而后呢，平家组织了10万大军讨伐木曾义重，以平为盛为大将。1183年，平家与木曾义重的决战距离加罗峡谷之战爆发。面对10万大军，木曾义重派遣一支军队进入盐山，自己则是带着主力部队进入了南山，乘机发动了突袭，利用对平家军队形成了包围之势，逐渐将平家军引向了距离加罗峡谷，再放出火牛冲击平家军阵。前有悬崖后有追兵的平家军队几乎是全军覆没。此战使得源平战争的实力天平彻底倒向了源氏一方。之前呢，虽说平家并不能同时对付源赖朝和木曾义重，但是源氏这2兄弟之间关系也是很恶劣。即使平家10万大军讨伐木曾义重，源赖朝也并没有支援的意思。事实上呢，两家从上一代开始就是战场上的敌对关系。木曾义重的父亲也正是被源赖朝的哥哥源义平所杀，而源赖朝一侧则是认为他们作为源氏嫡系正统，绝不能原谅木曾家的叛乱行为。因此呢，平家源赖朝和木曾义重之间形成了互相敌对的关系。回到战事上，平家失去了10万主力部队，已经无力再战了。木曾义重就一路攻入了京都，平家带着安德天皇和天皇家族的3神器向西逃亡。然而木曾军营得过于突然了，没有做好接收政权的准备。木曾军到达之后，是加剧了京都的粮食短缺，士兵在城中抢劫和盗窃的事情也频发，很快就失去了京都居民的支持。之后呢，由于木曾义重行废立天皇之事，支持后鸟羽天皇登基，遭到了所有势力的反对。木曾义重的社会信誉扫地之后，支持源赖朝重组朝廷的声音越来越大。1183年10月，平家军队与木曾义重军在背中对峙，当日发生日环食。
穆真军在突然的黑暗中大败，是为水岛之战。一般认为平家是利用了阴阳师，掌握了历法，因此调整战略，挑选了这个时机作战。而穆真义重军则是因为此战中的天地异象，从此彻底失去了士气。水岛之战之后呢，后白河法皇知道穆真义重已经无力回天了，于是转而支持镰仓的源赖朝。之前为了讨伐平家而默契停战的源氏两大势力彻底撕破了脸皮。此时穆真义重在水岛之战中元气大伤，士兵们接连叛逃，而源赖朝这边则是在源义经的助力之下战力越发的强盛，自然双方很快分出了胜负。穆真义重本人在宇治川之战中箭身死，源赖朝成为了源氏共主。平家则是在水岛之战后乘着源氏内战，成功控制了中国、四国和九州北部，并且反攻源氏到了摄津福原一带。虽然京都朝廷中呢是出现了不如与平家和解的声音，不过源氏内战结束之后再次发动了决战，派出源义经以夺回天皇三神器为名西征。1184年，源义经和源范赖分别率领一路军队发起总攻。从第一轮试探交锋开始，源义经的军队便势如破竹。之后在伊之谷之战中，源义经兵行奇招，出乎预料的带领仅仅70人骑兵沿悬崖俯冲奇袭平家，一举击溃了平氏军队的士气，成就了日本历史上最著名的战役之一。而后呢，平家退至乌岛，接受了日宋贸易时积攒下来的水军，依靠濑户内海天堑一时抵挡住了源氏的军队。源范赖率领3万兵力继续追击，平家进一步退至本州岛末端，但是在平家最后的名将平之盛和平教经的阻击之下，无法打开突破口，也未能渡过到九州。那么源范赖受挫之后，再次邀请源义经出手，于是义经联合摄津熊野水军，兵行奇招，不可思议的在暴风雨天气时，率领少数精锐从海上奇袭平家。虽说由于寡不敌众，最终未能取得战果，但是这进一步打击了平家的士气。源义经于是转而等待主力集结，之后大军推进，逼迫平家从四国撤退至燕岛。这段时间，源范赖也成功镇压了九州，平家已经无路可退了。1185年，源平战争迎来的最后一战——潭之浦之战，平家军在关门海峡与源氏军队对峙。虽然是水战呢，源义经依然是标志性的亲率先锋发起了冲锋。源范赖则是从九州峰前出阵，堵截平家军的退路。战役中，虽然平家水军一度取得了大优势，但是源义经再次兵行奇招，在潮汐方向对源氏最不利的时候，以箭雨掩护发起了冲锋。平家士兵不能立足，纷纷跳海，平氏的辉煌自此彻底结束。穷途末路的二位尼抱着6岁的安德天皇和天皇家3神器跳海。后来八尺镜和八尺琼勾玉被找到了，草梯剑则是至今消失在海中。最终是东国武士化的贵族们击败了西国贵族化的武士们，至此以贵族社会和国风文化为标志的平安时代终结。1183年，穆真军在水岛之战中败于平氏，加上之前穆真义重行废立天皇之事，导致了众叛亲离。知道他已经无力回天的后白河法皇联系了源赖朝，后者说服他承认其在东国的统治，并委托源赖朝调解穆真义重与平之盛。源赖朝便设立了管理武士的士所、管理经济的公文所，以及负责裁判工作的问住所，属于幕府的政权体系初步建立。文治元年，也就是1185年，潭之浦之战中，源义经彻底消灭了平家政权，镰仓幕府又得到了负责各地治安的守护，以及负责土地事务的地头2项职能。源赖朝成为了实际的日本政权领袖。5月，源义经乘着潭之浦之战的余威，以完成了灭国战争的西式名将之姿率军回朝。尽管呢，源义经在征战的过程中不断的强调他和其他的将领一样，都是其兄源赖朝的麾下将领而已。回军的途中也写了情深意切的邀约状向源赖朝表忠。但是此时的源赖朝面对源义经已经是闪无可闪了，再下去就真的要搞加酒赐呀、入朝免礼啊、免死金牌之类的烧东西了。而且西国原来平氏之下的武士们几乎全数被源义经的军事才能所折服，连天皇家族都在源义经的手里，不仅功高震主，而且基础雄厚。最终源赖朝决定放弃源义经，没有给源义经任何的联系。源义经回到了京都，发现不仅没有人迎接英雄归来，甚至源氏的人都没有几个在京都的。他接收了一座只有天皇和朝廷的空城，已经是明显的源赖朝打算和他打一仗的意思了。之后呢，源义经决定继续前往镰仓，向源赖朝述职。是的，英雄是可以跪的，甚至可以从胯下钻过，但是降低身段接受侮辱，通常什么都改变不了。源义经就是这样的例子。等源义经抵达了镰仓，源赖朝以义经没有经过他的同意，就接受了朝廷的官位为由，拒绝让他入城。
袁义经于是只能在附近驻扎，试图说服袁代朝。10月11日，受袁代朝命令，吐佐藩参军夜袭6条窟川的袁义经住处，义经差点因此丧命。无可奈何之下，袁义经只能返回京都。此时他是否集合了麾下对袁代朝不满的人，另立朝廷，现在的争议还比较大。无论如何，袁义经回到了京都之后，朝廷封他为伊予守。11月1日，袁义经向后白河法皇请赏，管理四国和九州。之后没有收到袁代朝任何消息的袁义经离开了京都，前往平定四国和九州。世间关于他将与其叔父袁行家联手反抗镰仓的传言甚嚣尘上。袁代朝和袁义经矛盾的原因主要认为有4个。其一呢，是袁氏中存在的双重领导的问题。袁代朝是袁氏嫡流正统继承人，袁义经是袁代朝的异母弟弟，但是寄居于澳洲藤原氏。按照当时的习惯，应该是宗家与分家的关系。但是袁义经把老板的大饼当真了，自认为和袁代朝是兄弟的自己，也是袁氏宗家的人。他和袁代朝的家臣们之间的关系，也形同主君血亲和家臣的关系。袁代朝对于袁义经傲慢地对待同僚们的态度不满。此外，在石桥山之战中，对袁代朝有从龙救驾之恩的重臣委员景时，实际也是镰仓幕府的3号人物。他在弹之浦之战后，也建议袁代朝除掉袁义经，以防为大不掉。第二个原因呢，是义经的战斗方式。袁义经是军事的天才，用兵方式不拘一格，像是伊之谷之战从悬崖俯冲发起进攻，乌岛之战在暴风雨天气从海上发起奇袭等等，加上他带头冲锋作战的方式和喜欢奇袭的作战习惯，都让袁义经拥有了过高的军队内声望，而在后方官员中的评价则不佳，这就加大了袁代朝的管理难度。弹之浦之战中，袁义经命令集中射击并非战斗人员的平家剁手的行为，更是完全违背了当时的战争道义，即使是镰仓幕府中对此也多有不耻，在民间则是变成了对袁代朝政权合法性的质疑。第3个原因呢，是袁义经背了丢失天皇3神器的锅。对于弹之浦之战，当时京都和镰仓的意见都是以定鼎决战为目的，并没有想到最后会变成平家的全军覆没。但是战役的结果，不仅前政权的行政官员们几乎全员跳海自尽，年幼的安德天皇也死在了海中，天皇家3神器之一的草薙剑也从此彻底失踪。这搞得袁代朝向朝廷交还3神器时，就像是下级犯错之后被迫自己向上级道歉的中间管理层。当然，袁代朝也不是什么替下属背锅的好上司，之后朝廷中也因此责备了袁义经。最后一个原因呢，是袁义经擅自从后白河法皇那里获取了官位。如果袁代朝真的把袁义经当成兄弟，前3条根本都不算事。但是这件事，即使是兄弟之间，袁代朝也不可能原谅的。袁代朝为了集中权力，对同族可以说是毫不手软。不仅是木曾义重这样实力强大的袁氏其他支族，甚至是关东的袁氏族人也被袁代朝斩杀了不少。为此，袁代朝曾经下令，为了防止内讧，袁氏族人不得在没有他同意的情况下获得朝廷的官职。然而袁义经就在没有告知袁代朝的情况下接受了官职。最终袁代朝下定决心，认定袁义经为朝敌，下令讨伐。尽管袁义经希望谢罪，但是袁代朝拒绝赦免。后来袁义经辗转各地，最终前往了他度过年轻时代的澳洲平泉。澳洲藤原氏的藤原秀恒接纳了他。袁代朝则称包庇朝敌等同于叛乱，派军与澳洲藤原氏对峙，要求交出袁义经。后来藤原秀恒病死，其子藤原太恒抵挡不住压力，决定投靠袁代朝，将袁义经的首级作为投名状交给了对方。而后袁代朝又以藤原太恒私自处决了朝敌，是藐视朝廷为由，下令继续进攻，最终消灭了澳洲藤原氏。其实在藤原太恒投降之前，京都的朝廷已经着手支持澳洲藤原氏阻止袁代朝开幕的野心了。借助天皇的支持和袁义经的声望，澳洲藤原氏或可一战。不过历史并不能这样假设。总之如此一来呢，再也没有一支地方力量有实力与镰仓幕府平等对话了。顺带一提，袁代朝军队与澳洲藤原氏军队的主要对峙地点是伊达地区。在这一系列的冲突中，一位武士表现出色，成为了当地的一方势力，其家族后来便发展成为了赫赫有名的伊达氏。1192年，袁代朝被任命为征夷大将军，标志着镰仓幕府时代的正式开始。与之前的天皇政府不同，政权统治者不再是朝廷贵族阶级了，而变成了武士阶级。这种由武士组成的政权便被称为幕府。镰仓幕府的中央机构沿用开幕前的设置，主要包括市所、镇所和问住所，地方也沿用了守护制度和地头制度。作为军国体系政权，集权独裁那是必然的。
镰仓幕府把维护地方治安的政治优先级排得很高，在民间建立起了警察国家的体系。在初期的中央机构中，市所由被称为御家人的将军直属家臣们统治，由和田义胜担任别当负责领导工作，正所则主要是负责政务实施和财务工作的专业官僚们组成，由大江广元担任别当负责领导工作。负责处理裁判工作的问住所则是由山上康信作为执事领导工作。各地守护的组织类似于军事警察制度，是将军指派一位有力的御家人担任一国的守护，该国其他的御家人支持其工作，负责维持地方治安。核心工作是3条：警备动员、逮捕谋反者和逮捕杀人者。虽然原则上守护不得干涉私人土地，不得进入私有庄园，但是这些守护体系下工作的御家人们大多也有地头体系的职位，而地头的职能就是向庄园收税、管理土地，以及维持守护职能之外的治安。而且地头自己也可以拥有庄园，所以很快懒得分那么清的地方御家人们就默认了官职是由血缘来继承的。作为御家人的工作就是收税和维稳，实际上就是当地的土皇帝。地方御家人和将军的这种关系，被将军派往地方就被称为御恩，御家人上交的税金则被称为俸公。在御恩俸公制度发展的过程中，御恩逐渐变成了幕府向御家人提供土地的所有权，也称本领安堵。之后若是御家人有所功绩，幕府再次授予土地，称为新恩给予，也是御恩。获得这些御恩的御家人需要参与军事部队或者是治安维持部队的工作，这种行为本身也被称为俸公。御恩俸公制度或称御家人制度，也伴随着日本武家时代数百年，塑造了日本特有的主从关系文化。御恩俸公制度属于行政的一侧，作为军国体制的幕府政权，军事一侧的武士制度自然也是核心制度。镰仓时代初期采用的武士制度是宗领制度，这是从属于御家人制度的组织方式。宗领制度呢，要求武士们以血缘关系结成武士团，武士团的领导人便被称为宗领。镰仓幕府希望以此来加强御家人们对武士团的控制力，加强幕府对御家人的监视能力，也减小武士团的规模。就这样，御恩俸公制度和宗领制度构成了镰仓幕府的基本制度，武家政权真正的开启。不过朝廷也好，镰仓幕府也好，都不会宣称镰仓幕府是通过军事革命取代了前政权的新政权。京都朝廷本身也有一套完整的政府机构，并且在一定范围内征税。在官方的话语体系中，镰仓幕府只是拥有了更大自主权和更多执行权限的政府机构，政权一直都属于京都朝廷，称为公武二元系统。就这样，在元赖朝对外铲除异姓、对内铲除异己的努力和强力推行新制度的艰苦奋斗之下，武士作为统治阶级的新国家形态终于基本稳定。源氏可以作为武家栋梁，成为实际上的日本支配者。然而，他的这些设计最终还是便宜给了平家。在开国将军源赖朝、2代将军源赖家、3代将军源实朝之后，征夷大将军和源家的联系竟然就慢慢的断掉了。事实上，镰仓幕府的第4代将军是藤原赖金，从此皇室成员也开始担任将军的职位了，并且政权的话事人的权柄也逐渐从源氏转移到了北条氏。那么为什么中等规模的地方武士团的北条氏能够如此强大，以及夺取了天下之后，源氏又为什么会发生悲剧？这些故事还需要从源赖朝被流放的那一刻就开始说。大约30年前，源氏在平治之乱中战败，当时只有14岁的源赖朝被流放到了伊豆，在那里他遇到了监视他的北条时政的女儿北条政子。当时政子只有4岁，他们在伊豆至小岛度过了20年的流放生活，青梅竹马的2人逐渐产生了感情。后来周围传出他们将要结婚的谣言，北条时政强烈反对，因为这支北条氏自称是起源于桓武平氏，而当时无论是否参与政治，人们默认平氏和源氏的人就是天然对立，类似于金庸小说中正派联盟与邪派联盟之间的关系。这种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故事本来就不太可能让北条时政这个当爹的接受，更何况他的女儿要嫁的是一个将来没有任何希望的被流放的罪人。然而北条政子坚决不顾家人的反对，还是坚持和源赖朝结了婚。既然已经发生了，北条时政也是为了女儿的幸福接受了这件事，这成为后来北条氏权倾天下的有趣偶然。既然已经成了北条氏的女婿，那么北条家也就开始了对源赖朝的天使投资。本身让源赖朝活下来就已经是平家的一个巨大失误了，而且平清盛可能也知道这个威胁，只是还没有大到需要他去警惕。而源赖朝与北条政子结婚，更像是源赖朝的入赘。北条氏从源氏的手中夺走了镰仓幕府的话事权，实际上相当于帮助平家稳定了关东。
因此平清盛朝廷也不好过早的过问这些事情，元代朝也只能接受这个结果。北条氏人和源氏竞争对关东武士控制权的特殊地位也就从此没有动过了。1199年，元代朝去世，由当时18岁的儿子元代家继位。然而与他的父亲元代朝不同，元代家几乎成为了日本历史上最不幸的将军之一。元代家是镰仓幕府的第一代贵族统治者，相当于宋真宗。那么凡是有能力挑战这个王朝的势力，都肯定会选在他的任上去测试统治家族的稳定治理能力。元代朝去世之后，包括北条家在内的御家人们开始尝试扩大自己的影响力，元代家也就陷入了政治斗争的漩涡中。事实上，尽管元代家一开始是一位有实权的将军，但是其外祖父北条时政和母亲北条政子掌握的权力越来越大。除了他们，还有北条时政的儿子北条义时，源义经时候的幕府2号人物，也是平家影响力的继承者尾原景时，元代朝的贴身心腹大江广元等人。这些权臣们组成了13人合议制的中央决策和政治运行系统。2022年的大河剧《镰仓殿的13人》正是以这个背景为主题，非常的精彩。尽管13人合议制的定位是支持年轻将军的工作，但是实际上显然是削弱了元代家的权力。御家人们也达成了共识，繁荣将至，政权不再需要独裁者了。即使没有像元代朝那样的人来最终定乾坤，幕府仍然可以正常的运作。这本是御恩奉贡制度的妙处，只要有这层契约关系在，即使出现了权力强大的御家人，他多半也不会想着对源氏发动叛乱。然而现在，这反而成了架空源氏的利器。在这个过程中，发生了镰仓一朝最大的政治动荡——比起能源之乱。详细情况可以看我以前专门做的视频，那个视频本来还挺受欢迎的，也没有什么出格内容，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B 站限流过，而且会定期清理互动区，有点意思。总之这里简单介绍一下，比起能源也是支持元代朝的有力家臣，从元平合战时代就开始支持元代朝，并且担任了元代家的教育工作。比起能源的女儿嫁给了元代家，生下了长子一番，继续下去的话，这个孩子应该会成为未来的将军，比起能源也就将成为将军的祖父。而元代家还有一个年龄比较小的弟弟千帆，他的后继人是北条时政，因此围绕将军地处问题，在幕府内部出现了比起能源派和北条氏派的对立。这时13人合议制不仅起了防止权力集中的作用，也限制了比起能源扩张影响力。幕府内部的这种微妙动荡一直持续到了1203年，元代家病倒，那么储君之争就变成了台面上的问题。北条时政首先采取行动，试图立刻让外孙千帆立为储君。比起能源呢，则是将北条氏的越俎代庖报告给了元代家。元代家非常愤怒，命令比起能源设法暗杀北条时政。结果北条氏得知了这个阴谋，先下手灭了比起一族，并且杀死了一番。几乎失去了一切的元代家虽然尝试下令讨伐北条时政，但是没有人愿意服从连长子都保不住的将军去攻击当朝第一权臣，反而是北条时政罢免了元代家，并且将他软禁于伊豆修善寺。次年，北条政子便抛弃了元代家，北条氏最终暗杀了他。千帆元时朝成为新的将军，由北条时政担任后见人。一系列的政治斗争之后，北条时政掌握了行政和财政的执行权力，作为正所别当，代理将军实行国政，称为职权。后来北条时政打算更进一步逼迫元时朝退位，遭到了北条政子的阻击，反而自己被赶出了政治核心，由其子北条义时继承职权。公元1213年，北条义时在争斗中战胜了四所别当和田义胜，成为了四所和正所两个部门的领导人。加上作为御家人职权的地位，北条氏的地位从此不可动摇。1219年，元代家之子宫晓为替父报仇，杀死了元时朝，而后被北条氏处决。宫晓之外的另外3名元代朝的男性子孙也被北条氏所杀，元代朝唯一的女性后代也死于难产。至此，镰仓幕府的统治家族源氏血脉断绝，终究还是北条氏的平家笑到了最后。在这夺权的过程中，固然有北条时政和北条义时父子的奋斗，而另一个人物却更令人胆寒，那便是镰仓幕府的祖母北条政子。政子在镰仓朝中毫不留情地对付过自己的丈夫、父亲、兄弟、儿子，在朝廷与幕府以及各大武家势力的权力平衡中保持着自身的超然地位，是日本历史3大恶女之首。不过从北条政子的生涯来看，可能她和元代朝的爱情并不假，而镰仓幕府的存续是他后半生的主要目标。1221年成久之乱，当时的朝廷由于镰仓幕府的建立而失去了政治权力和大量税源，
陷入了运行危机之中。这份不稳定也终于传到了幕府中。当时的朝廷领袖后鸟羽上皇本来是对元实朝很是喜欢，希望在元实朝时期建立朝廷和幕府的稳定平衡，而元实血脉断绝，使得后鸟羽上皇不得不采取更激烈的动作。北条义时于是向后鸟羽上皇提议由一名皇族来担任第4代将军，后鸟羽上皇不许，之后发出了愿宣讨伐北条义时。后鸟羽上皇在北面武士之外又增设了西面武士来扩充直属军力，也派人前往各地要求秦王，得到了西日本大部分武士集团的支持。东国武士集团的战斗意愿也不高，这次是真的要直接和天皇家族开战，成为朝敌了。很多武家不愿意参与进去，也不认为已经不属于源氏的镰仓幕府值得效忠，开始抵抗幕府的命令。后鸟羽上皇也派人劝说御家人们消灭北条氏，为源氏复仇。而挽回危局的是北条政子，他召集御家人们发表战前檄文，激励他们为镰仓幕府而战，造就了日本历史上最著名的演讲之一。其内容为：你我心手相连，这次可能是我最后能向你们传达的话语了。赖朝宫关东开幕，我们的生活境遇才终于有了改善。现在的一切都是赖朝宫的恩义，比山高比海深。但是现在我们中有些人被上皇欺骗，还有羞耻之心的，应该讨伐这些人，回报3代将军的恩情。现在就在这里，我给你们一次选择机会，今后是服从朝廷还是服从镰仓，现在就告诉我。此番演讲聪明的用武家社会的原则压过了人的本能和源氏与东国武士原本的关系，也将与后鸟羽上皇作战模糊成了与背叛的武士们作战。之后摇摆的御家人们团结一致向幕府宣誓效忠。团结的东国武士在规模上比西国武士和朝廷武士大太多了。开战之后，成就之乱以镰仓幕府的压倒性胜利结束。为了防止天皇再次怂恿西国武士发动叛乱，北条义时让他的儿子北条泰时在京都设立了六波罗探提，专门负责监视天皇家族谋反的可能性，并且镰仓幕府还没收了支持朝廷的武士们的庄园，作为院方所领分配给了御家人们，进一步向武士们证明御恩奉公无上限。那么成就之乱使得朝廷的名声扫地，幕府的影响力也就需要进一步向西日本扩张了。势力的扩张也就需要更稳定的制度，这些是终于稳定之后的北条氏的新任务。然而历史并没有让一切如此的顺利。成就之乱之后仅仅3年，职权北条义时就去世了，其权力被六波罗探提的北条泰时所继承。又1年后，尼将军北条政子也结束了他波澜壮阔的一生。如同平清盛和高仓天皇死后的平安政权，以及元赖朝死后的镰仓幕府一样，职权政治也陷入了群龙无首的状态。不过和之前的教训不同的是，此时的职权政治正处于更加繁荣稳定的时期。现在的御家人们似乎也更拥有政治智慧。新任职权座北条泰时效仿元赖朝时候的13人合议制度，在职权政治下也采用了大贵族们开会商议国家大事的合议制。泰时他是希望将职权时代的合议制设计成长期制度，在这个类似于贵族议会的组成形式中，北条氏的职权当然是议长，和当初的13人合议制时期一样，议会中需要产生一个联署官，既有副议长的职责，又可以拒绝联署以限制职权的独断，其他人则为评定众。由于现在的合议制人数不固定，也就有了对不同的人分配不同的发言权和表决权这种更细致的操作方式。那随着职权加合议制度的稳定运行，为了进一步保障制度安定，1232年北条泰时签署了御成败事目，作为武士统治时代的附加成文法，其中既包含了针对中央一级的合议制的原则的规定，也有针对作为统治阶级的武士阶级的行为哪些属于规范，哪些属于惯例的规定，还有对地方治理和断案的公平性和考核标准的规定。御成败事目成为了镰仓时代的基本法。稳定的规则带来了个人行为后果的可预测性，也就带来了民间社会的活跃，使得镰仓时代明明是第一个武家政权，却成为了整个日本武士时代中繁荣稳定的时期。北条泰时之所以要做这些事，除了因为他确实没有能力自己一个人一言九鼎，也是为了解决当时对政权持续最为重要的地头问题。地头原本的职责是收税和维护治安，其实是元赖朝给功臣们分配利益的一种形式。当然呢，御家人也是可以自己同时担任国司和地头。但是在北条政子死后，各地的地头的行为变得越发的放肆，各地都出现了地头私藏税金呀、赶走庄园主自己当土皇帝呀、增加苛捐杂税呀之类的事情。很多地方的庄园领主都是没有办法，
后来就发展出了税金纳入代行契约，要求地头按时按量向庄园主人交付税金，其他的一切就任由地头了，称为地头请。即使如此，仍然有一些地头继续两头捞钱，政权又偏袒这些武士，大家也拿他没有办法。又有些庄园选择长痛不如短痛，直接割地给地头请走瘟神，称为下地中分。作为开国功勋，你刚建国的时候抢大户就算了，这都第5代统治者了，现在抢夺竟然比刚结束乱世时还要严重，民间也是越来越不能忍了。北条泰时的主政时期，贵族们和寺庙神社们对地头的诉讼满天飞，而当时对土地纠纷的裁判制度是极其消耗时间的3问3答制，需要来来回回在产生争议的地方政府、镰仓幕府、京都朝廷3个地方进行审判，有时甚至会耗时几十年，爷爷的官司到孙子辈才能打完。稍有生活常识的人都能看出来，这本是掌权者既不希望人们诉讼比自己拥有更高社会优势的人，又不希望给民间落下了自己治下没有公平申冤途径的口实，就想了个假借公平之名抬高这种诉讼门槛的办法，类似于中国古代的民告官先打一顿。那从北条泰时开始，就要考虑从江山义取转向顺手制了，也就希望分配更多的公平和希望。于是抬高成文法在社会治理上的地位，自然引起了这些年所积压的不公爆发出来。到北条时代职权时期，繁荣与稳定的预期持续，可以进一步释放公平和机会，便又设立了尹父作为专业官僚团队，加强裁判工作的效率。北条泰时和北条时代2代的良好治理，使得北条氏的统治被接受。北条时代也开始推进职权作为实际政权统治者的表面化。同时，时代也加强了北条家的权力，还加强了北条家内部的宗族结构，将北条义时一脉设置为德宗家，作为北条氏的本家。故而，镰仓时代的政治体制也可以称为德宗专制政治。这种变化自然引起了北条氏各个分家的不满，一些有力的御家人也参与到北条氏的内部争斗，最终不可调和，镰仓幕府短时间进入了内战。不过，北条时代出乎大家意料的表现出了强大的战争才能。双方开战不久的1247年，就通过保治合战击杀了反抗军中的旗舰势力三浦太村，然后风卷残云的镇压了叛乱。之后，北条时代也不用藏着掖着了，直接以德宗专制政治的形式明确了职权才是政权的统治者。由于镰仓幕府中早期的政治形势十分有趣，到这里已经连续聊了2集半了，那我们也得看看其他的方面。先说文化，镰仓早期日本最明显的文化变化是佛界在兴。注意，我说的不是佛教在兴，是佛界在兴。一开始呢，从保元之乱之后连续的战乱，使得人们对心灵慰藉的需求上升，佛教传播又进入了高潮期。而在这个信息闭塞的时代，数十年的战争打打停停，使得人们对当下情况始终不安，不知道外面现在到底是战时还是和平时期。而平安末期的寺庙已经发展成了另一种形式的庄园主。现在人们在寻求寺庙给予精神慰藉的同时，也寻求信息和安全的庇护，这样就给了寺庙们进一步发展割据能力的需求。到镰仓早期，许多寺庙的规模已经大到足以参与政治斗争了，他们与贵族结盟，与地头作战，积累了丰富的财富和权力。在这个时候，日本最流行的佛教流派依然是平安中期开始崛起的净土教。对信徒而言，只需要念诵南无阿弥陀佛，即可蒙佛恩荫进入极乐净土。之后又得益于名声法然的部教，他主张只要心存南无阿弥陀佛，并且念佛就可以前往天国。这种主张被称为专修念佛，使得镰仓时代的净土教进一步发展出了门槛更低的净土宗。现在呢，即使是佛教法师们，也无需学习和理解复杂的佛教哲学。很多寺庙也不再有抄写经书啊、体能锻炼啊之类的硬性要求了，那这些和尚们只需要打坐和唱诵佛经作为修行即可，这自然使得佛教作为一种信仰的传播更加的广泛。虽然可能传播途中，在很多人那里都已经很难称得上是一种思想或者一种哲学了。自然，对于坚持严格修行、寻求思想领悟的僧侣们而言，净土宗的传播是利用了佛教的名头传播自己的势力，断然无法接受。很多名僧出面反对净土宗教义，但是对拥有强大世俗实力的净土宗而言，这些传统佛教信徒们现在不过是一群圈地自萌的小圈子，根本不值一提。然后法然的弟子青鸾又在净土宗的基础上创立了净土真宗。除了专修念佛的主张一样，净土真宗主要的发展是恶人正机说，也就是欲望深重的恶人比善人更需要拯救，所以只有真正的恶人才是阿弥陀佛拯救的对象。
在净土宗和净土真宗的影响下，镰仓中期又出现了一位名叫一辩的僧人，创立了十宗。十宗的教义认为，阿弥陀佛已经与我们立约拯救世人，他的力量强大到足以影响那些不信佛的人，所以信不信都无所谓，跳舞吧，我们都会被拯救的。此说简称永念佛，也吸引了大量的信众。这三种教义的信仰对象都是阿弥陀佛无条件的救赎，减少自己的负担，在日本可以并称为他力本愿信仰思想。而同一时期呢，在宋朝流行的佛教流派则正好相反，是强调坐禅修行和内观的禅宗。荣西禅师将禅宗思想带到了日本，这便是临济宗。这个宗派强调自身努力苦修和自我突破，通过师父提出问题的方式，迫使弟子思考悟道。这种传道形式称为公案问答。道元禅师则是从中国引进的曹洞宗，主张严格戒律和苦修，要求门人在打坐冥想中实现悟道，称为只管打坐。临济宗和曹洞宗在镰仓的教义可以称为自立信仰思想。荣西禅师和道元禅师也是日本茶道文化形成的两位关键人物。感兴趣的观众可以回看之前介绍信长通过茶道实现了统治的视频。你可能会觉得自立信仰思想比他力本愿信仰思想更符合大众对僧侣的刻板印象，因此前者才是正确的发展方向。不过严格来说，从思想和哲学的角度看，两种方向都是开历史的倒车，都是几乎完全放弃了真实的佛学，而借用了佛教信仰，凭空想象就希望获得顿悟，其实都是借佛教之名入世的宗派。镰仓时代真正意义上的佛教传承中，最有影响力的是日莲宗，其开宗祖师乃是日莲圣人，他也是日本天下五剑之一的蜀珠丸横次的主人。详细可以看之前介绍天下五剑的视频。日莲宗从天台宗发展而来，以法华经为最高教义，诵经时也会唱诵法华经题目，修行内容也多为复杂的佛教经典与哲学思想。因其信仰释迦牟尼佛曾经说过万物皆可度化成佛，因而与世俗亦多有交往，成为了真正佛教传承中在镰仓时代最为显眼的宗派。就在这镰仓时代的政局、经济生活、文化生活都看起来越来越稳定的时候，幕府收到了一封外交书信，其内容为希望你我两国能建立友好关系，今后我愿两国可以加强互信，若是我们不能互相理解，又怎能亲如一家？落款人是蒙古帝国第5代皇帝大汗忽必烈。回溯到大约100年前，一位英雄在广袤的亚欧大陆上崭露头角，他便是被蒙古族认为是传说中的苍狼之化身的成吉思汗。成吉思汗统计了蒙古高原上的各个部族，完成了民族组织制度的军事化，迅速征服了中亚，压制了中国北部的金朝和西夏，打造出空前广袤的蒙古帝国。之后呢，成吉思汗的儿子窝阔台和3个孙子继续带领着蒙古帝国扩张，拔都西出欧洲，序列兀南下中东，忽必烈则是征服了东亚大陆。1260年进一步建立元朝，立刻着手与日本接触。那么为什么如此强大的蒙古帝国要对小小的日本的态度看起来不是征服而是要建交呢？其实这些文书都只是外交辞令，信中没有任何表明希望建交的正式语言，而是采用了不宣的说法。这是蒙古帝国面对对等的对手时所使用的措辞，用来表明消息的接收方尚未接受自己的建议。但是无论如何，实力如此悬殊之下，可以视为蒙古帝国的橄榄枝。此时统治日本的是出自德宗家的镰仓幕府第8代职权北条时宗，他选择忽略蒙古帝国的建议。这个时候，元日之间外交的核心因素是区域内的另一个大国南宋。南宋经过在华南的长期经营，已经发展成为汉民族政权中极其繁荣文明的国家。其强大的经济实力和民族向心力支撑着南宋以小得多的国土抵挡住了蒙古帝国扩张的步伐。而建立了元朝的忽必烈必须要吞并南宋，才能名正言顺地称自己为中华帝国的继承者。为此，他可以暂时放下身段和日本交好。但是其实这个时候，镰仓幕府已经没有转投元朝的选项了。随着蒙古帝国征服了东北亚诸民族，现在南宋是日本唯一的邦交国，也是日本唯一能够得到海外情报的渠道。事实上呢，现在南宋的驻日本外交官就是日本唯一的外交顾问的。同样，对于南宋而言，如果失去了日本这个盟友，就相当于失去了海上贸易的安全，这是政权生死存亡的问题。因此，极力劝说日本认清蒙古帝国是一个巨大的威胁。镰仓幕府的立场既没有实力去参与元宋2个强权之间的战争，也不希望和不知底细的庞大蒙古帝国合作之后变成事实上的附庸国。于是北条时宗选择装死，对元朝多次传来的外交书信已读不回。
对内则是向御家人们写信说，蒙古人可能已经打算征服日本了，所有御家人都不可以掉以轻心。最后失去了耐心的元朝发出了最后通牒，说如果日本继续忽略我国的外交信函，便是侮辱我国国歌了，是时将不得不派出军队以探究竟。这次镰仓幕府直接表现出了对抗态度，这自然是激怒了忽必烈。1274年10月，在元朝对南宋的战争取得了重大进展之后，忽必烈命令高丽国提供900艘军舰，搭载3万军队远征日本，这便是文勇之一，或称第一次元寇事件。此次战争的发生地点是博多湾的西之邦，御家人组成了大约3000人的部队抵抗。战场上发生了有趣的场景，双方的战争已经有了时代差距。日本的御家人们还停留在校正作战的时代，以弓箭骑射开始，然后派出1名武士自我介绍，邀请对方派出1名武将1对1战斗。而元军则是融合了草原战争和平原作战的方式，以战鼓为信号，分快发起集体冲锋。战争科技的水平上，双方也有巨大差距。元军使用了铁炮这种日本人闻所未闻的新兵器，采用远程掩护和迅速突袭相结合的战术。镰仓幕府的军队完全无力抵抗。其实御家人们维持校正作战的方式也和镰仓幕府的制度有关，因为对敌军名将一起讨是镰仓时代御恩奉公制度下最能明确获得功勋的方式。总之，交锋之后，镰仓幕府军很快就遭到了沉重打击，但是元军却在第2天便撤退了。因为此次作战，元军的目的还是侦察和炫耀武力，并非要新开一条战线征服日本。忽必烈还是希望通过极限施压逼迫日本接受合作，共同消灭南宋。之后，元朝派出了5名使臣出使日本商量建交。北条时宗自然也知道，既然已经得罪了，那就要得罪死的道理，直接将5人全部斩首。为了应对可能的再次袭击，时宗加强了九州北部的防御。镰仓幕府强化了警备机构，异国警护翻译。幕府也发出了动员文书，鼓励即使不属于将军的部下，或是不属于御家人的各地领主，也要调集力量为守护日本而战。异国守护翻译的第一个任务是建造防垒，这是一面长20公里、高2米的海岸石墙。西国武士们也设立起了昼夜交替的警戒制度。镰仓幕府的武士们进入了一种备战的紧张状态中。1279年，蒙古军队最终消灭了南宋，日本成为元朝的下一个目标。1281年5月，元朝正式发动以灭国为目的的进攻，日本称弘安之役或第2次元寇事件。元军分2路进军，东路从高丽出发，大约900艘军舰搭乘4万军队；南路则从华南出发，大约3500艘军舰搭乘10万军队。元军的登陆地点依然选在博多附近。镰仓幕府吸取了第1次元寇事件的教训，并且从南宋到日本避难的僧侣提供了元军的最新情报。这次采用了以长弓部队为主要输出方式的战术，作为对抗元军集团冲锋和发挥日本武士1对1作战优势的方式。镰仓幕府派出武士在元军登陆之前直接登船战斗，而另一方面，元军的主力主要来自高丽军和南宋收编部队，都是被强制出征，士气并不高。再加上元军继承了蒙古帝国的战法，并不适合登陆作战，登陆作业一直很缓慢。而后，镰仓幕府成功拖延到了台风季节，无法登陆又面临巨大海上风险的元军，于是不得不放弃了作战计划，选择撤退。尽管如此，双方的国力实在悬殊。镰仓幕府深知，如果元朝有这个心的话，再来一次这种规模的进攻完全不是问题。于是幕府必须保持警惕，准备应对可能的第3次元寇。这对幕府的财政造成了巨大压力。现在一般认为，元朝确实曾经有过第3次出征日本的计划，但是汉族地区的复国运动和越南人的抵抗等等问题，使得元廷放弃了日本。由于时间久远，加上日本当时的封建制度，现在对于2次元寇事件的细节还有很多迷雾，比如传说中的神风是否真实发生过这些。2010年之后，日本又有2艘元军沉船成功被打捞上来，对上面的文物的清理和研究现在仍在进行，希望可以解开更多的真相吧。回到日本内部，元日战争极大地消耗了镰仓幕府的经济，盛世戛然而止，并且作为防守战争，虽然战胜了，却没能获得更多的土地。再加上需要给可能的第3次元寇留下战争预算，这使得幕府无法对共赴国难的西国武士们给予适当的御恩赏赐。很多御家人在战争之后渐渐没有足够的实力继续治理领地了，不得已将部分领地以自治领的形式分封出去。而后变小的领地们依然难以为继，又只好继续分封，称为分割相续。这意味着镰仓幕府的根本体制开始动摇。所谓穷生奸计，富长良心，在经济突然断崖式下滑的镰仓幕府中，底层的不满情绪以及体制内人员之间的相互背叛2个问题都在迅速的扩大，镰仓幕府的乱世到来。
幕府希望靠德政令的方式降低武士和农民的负担，但这又进一步打击了镰仓幕府的体制，土地的利权变得暧昧，更加加重了农民的负担。镰仓幕府基石的御成败事幕也有了更多便于行事的特例，自然导致了各阶级官员和领主为了新的利益内斗得更加严重。从1285年的双月骚动开始，日本陷入了绵长的动乱与战争之中，史称中式大革命。北条时宗死后的德宗家也再没有出现能力挽狂澜的圣主，之后是50年的历史垃圾时间。直到1333年，源氏各支族在后醍醐天皇的旗帜下消灭了六波罗探提和镰仓殿，镰仓幕府自此灭亡。消灭镰仓幕府之后，足利尊氏、新田义贞、南部政臣三个主要的武家势力形成了微妙的平衡。在此基础上，后醍醐天皇成为了时隔150年之后又一位能够拥有实权的天皇，开始推行他的新政。此次改革以建武德政令为标志，故称建武新政。各位还记得之前平安时代通史视频中开创了平安时代的醍醐天皇吗？他一生文治武功，征虾夷，开新都，对土地制度、贵族制度、行政制度和币制都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开创了平安时代的第一个盛世沿袭之治。后醍醐天皇自己给自己定下了后醍醐天皇的名号，自然是想要成为他的继承者。实际上呢，建武新政中的大量改革措施都是在恢复沿袭格式，不仅仅是幕府，后醍醐天皇还一次性撤销了院政、摄政和官白这些系统的实际作用，以轮值的形式直接发布天皇命令。也就是说，建武新政的本质是天皇集权。而这种一切事务一肩挑的做法很快就引起了恶果。事实上，直到现在50年过去了，镰仓幕府还是欠着元寇中出力的武士们的御恩，分割相续也一直被认为是暂时不得已的行为。那么随着镰仓幕府的灭亡和朝廷重新执政，新政府必须要解决旧幕府的土地安排问题、相续土地的存废问题，以及朝廷应该如何直领土地的问题。而按照建武新政，这种大规模的土地归属权问题都是要由天皇下轮值来定夺。各地臣民前往京都，请求后醍醐天皇解决他们的土地纠纷。后醍醐天皇一个人自然是无法应对，但是他又不愿意委任他人，最后各地的土地问题被积压起来，一直拖后，大量人流也引发了京都的城市混乱，新政府的政治机能几乎停摆。而在政权内部，后醍醐天皇开始偏袒公家和近臣，武士则是一直在被削弱。这么多矛盾又让镰仓幕府的残余势力们看到了希望。一些镰仓时代的遗臣在镰仓秘密组织了镰仓幕府再兴军，准备对天皇发起革命。他们在末代德宗职权北条高时的儿子北条时行的带领下，发动叛乱，占领了镰仓，史称中仙代之乱。足利尊氏便对后醍醐天皇提出条件，以征夷大将军的官职交换足利家出兵平叛。后醍醐天皇自然知道这意味着赶走了一个幕府，又迎来下一个幕府，断然拒绝了要求。但是足利尊氏还是出兵镇压了北条时行。镰仓作为武士阶级的精神故乡，收复镰仓让足利尊氏获得了极大的武家声望。新政府中也有越来越多的人感到不能寄希望于后醍醐天皇的独裁体制了，开始支持足利尊氏。面对这种情况，后醍醐天皇下敕令要求足利尊氏返回京都，遭到了尊氏的无视。尊氏还在镰仓开始对武士论功行赏，显然是准备发动兵变了。新田义贞和南部政臣则是对足利尊氏的不臣行为不满，继续支持朝廷。1336年，足利尊氏终于出兵京都，试图夺取政权，遭到了新田义贞、南部政臣和北田显家联军的反击，不得不撤退。而后，新田义贞进一步追击足利军，尊氏不得已出售了九州的家产，才维持住了主制度。之后，重新积累力量的尊氏再次出兵前往京都，并且他还得到了来自光岩太上皇院宣的支持，这使得西国的武士们对于反叛天皇的罪恶感大大降低。这次足利尊氏集结了50万军队，在神户与朝廷军决战，这就是著名的臭川之战。结果是足利军的压倒性胜利，朝廷军主力的新田义贞队迅速逃离了战场。独木难支的南部政臣率领仅仅700人冲击了足利军阵地16次，当然是无法取胜。最终自尽，贯彻对后醍醐天皇的忠义，与源义经和真田信村并称为日本3大悲情英雄。臭川之战后，足利军推进到京都，虽然后醍醐天皇尝试抵抗，但是大局已定，最终屈服。后醍醐天皇交出了天皇家族3神器，足利尊氏以此拥立了持明院统的光明天皇。尊氏自己也如愿成为了征夷大将军，发布建武誓幕，向天下承诺独裁体制的结束，以此开启了视听幕府。后醍醐天皇则是在奈良吉野宣称光明天皇手中的3神器是伪造，再次聚集起支持者。而看似开国之君的足利尊氏，在内部也确实没能实现集权。
他的弟弟足利直义和他的侄氏高师直都有极大的权力。日本历史上最严重的动乱之一官印扰乱正在酝酿。后醍醐天皇呢，是将皇子们派到北陆、关东、东北、九州等地争取支持，希望组成一支庞大的北朝征讨军。但是呀，足利尊氏作为将领的才能实在是过于出类拔萃了，地方上的南朝支持者们在战场上屡屡受挫，反而是南朝的皇子们和主要将领的战死者越来越多，局势慢慢的转向了对北朝有利。更糟糕的是呀，1339年后醍醐天皇自己也病重了，他只能将皇位传给了七皇子义良亲王。这都是幸好他还赶上了指定继承人，因为就在传位之后的第2天，后醍醐天皇便病死了。临死对臣子们传达遗言，讨伐北朝，重还旧都，可以说是相当的悲愤。但是现在呢，南朝的实际情况是又损兵折将又新皇登基的绝对不利的时期，要主动进攻那肯定是没这个能力，不如说现在应该防范北朝的攻击。好在后醍醐天皇征战一生，大起大落，在日本很多地方的势力心中都是一位伟大的忠心君主，他的死和遗言也被广泛同情。这份政治遗产呀，使得北朝和室町幕府的很多行动都会被地方势力所抵抗，他们并不能一举消灭了南朝。而这种政令推行不下去的情况，又反而作用于北朝的自身。足利尊氏呢，基本上是属于天才将领、政治苦手的性格，他对下面的人也是擅长激发斗志，而不擅长管理项目。他自己也理解自己的性格弱点，所以是基本把政治事务都交给了自己的弟弟足利直义。同时，足利直义作为武将的才能也很高，当初东西决战的臭川之战便是由他担任主将，后来讨杀了南部政臣。那么随着北朝的建立，政治工作增加，足利尊氏集团的运行呢，是越来越依赖于足利直义，政权内部的各种争端诉讼基本上都是由他进行裁决，渐渐的连军务也变成了足利尊氏和足利直义共同管理。后来足利尊氏又将军务交给了他的侄氏高师直，高师直也渐渐的成为了幕府中的一个核心。那么为什么足利尊氏要这么分散自己的权力呢？其实他也是不得已。在臭川之战之后呢，曾经宣誓效忠的足利尊氏因为背叛了后醍醐天皇，有时会做被战死的旧部武士们索命的噩梦，压力太大，就经常突发心脏疼痛而不能正常工作。后醍醐天皇死后呢，他的症状进一步加深，于是他便以自己是武家出身，对于政治和权力没有兴趣为理由，建造了天龙寺悼念后醍醐天皇，将实权完全交给了足利直义和高师直。但是显然，足利直义和高师直可以服从足利尊氏，却不可能服从对方，两人的关系很快恶化，开始了政治斗争。导火索是高师直主张，在与南朝的战争中，战胜方抢夺土地是武士的正常行为，但是前线失去土地的人们就会找上室町幕府裁判，这就大大加重了足利直义的工作负担。于是足利直义要求高师直在作战的过程中禁止圈地，高师直则是认为战胜方抢夺战利品是理所当然的，这也是为了战争的胜利。此争端呢，在室町幕府内迅速扩大，渐渐变成了行政官员和武将之间的派系之争。后来1348年四条罪之战，高师直讨杀了当时南朝最重要的将领南部正行，北朝的军事优势极大扩大，高师直的政治声望也达到了巅峰。于是高师直呢，在幕府的会议上主张足利直义一派一直在扯自己的后腿，打算将他们排除出决策核心。当然直义绝不可能接受，计划暗杀高师直。然而由于策划过于潦草，没能得手，事到如今双方自然不可能和解了。1349年，室町幕府进入内战，在南北朝对立、日本各地组织关系混乱的情况下，这场内战也迅速牵扯了各方势力参加，最终持续了数年，即官印扰乱。不过想当然尔，在室町幕府内部呢，一直都是足利直义主导政治，高师直主导军事。那内战打起来，最开始肯定是高师直比较强大嘛，足利直义很快就被逼入了绝境。于是直义呢，只能躲到足利尊氏的家中请求帮忙。高师直毕竟名义上只是足利尊氏的侄氏，一时间也不敢继续进攻。那事已至此，只能足利尊氏亲自出面调解了。最终尊氏结合了双方的意见，建议以2个条件达成和解，其一是足利直义的2名心腹会被流放，其二是足利直义下野，室町幕府的内政首脑改由尊氏的3子足利义权接任。高师直已经在战争上取得了优势，因此提出了完全对他有利的调解建议。看来足利尊氏这时在2人之间确实是中立的，双方同意调解意见之后，足利直义出家。本以为此事就以高师直主导室町幕府为结果尘埃落定，然而1350年，足利直义偷偷地逃出了京都，他的目的竟然是奈良吉野，也就是南朝。足利直义声称为了向高师直复仇而来投靠南朝，举世皆惊。当然南朝这边是考虑足利家已经2次背叛了后醍醐天皇，
怀疑这是苦肉计，一开始并不打算用它。但是足利直义的能力有目共睹，南朝内部进行了长时间的讨论，最后得出结论：事到如今呢，如果没有人能够抵挡高师直的话，南朝是没有机会复兴的。这个角色足利直义再合适不过了，于是他在南朝得到了重用。此时可能足利直义也没有想到，他的叛逃带来了一个决定性的变数，那就是他的养子足利直东。足利直东本来是足利尊氏的儿子，但是尊氏认为这个儿子不学无术，难成大器，就把他交给了足利直义，似乎是不打算要回来的那种养子。后来足利直东反而是潜心修炼，开始在足利直义的旗下立下了军功。关印扰乱前，足利直义安排直东担任长门探题，于是这个时候直东果断地做出了他的选择，那就是支持养父足利直义从九州发兵讨伐北朝。北朝则是派出了高师直的弟弟高师泰前往镇压，结果还没有到九州就被足利直义截击，几乎全军覆没。西日本的很多势力随即响应直东，加入了北朝讨伐军，兵锋很是强盛。北朝守军节节败退之下，足利尊氏不得不亲自到前线监军。但是即使有这个消息，也没能阻止前线溃败的节奏。更糟糕的是，足利尊氏走到半路时，足利直义率领南朝军队直接进攻京都，足利尊氏于是只能转头防守京都。然而这种慌乱的指挥导致军心大乱，最后和直义军开战时是一触即溃，足利尊氏败逃。那看到这种情况，室町幕府军中很多足利直义的老部下们都纷纷投降了南朝。1351年2月，足利尊氏和足利直义在濑户内海北岸开战，足利尊氏的军队再次一触即溃，于是不得不求和。双方以高师直出家，高师泰下野为条件停战，而后高师直、高师泰兄弟在返回京都的道路上被足利直义安排的刺客杀死，并将高氏一族灭族。之后呢，足利直义返回了京都，担任足利义权的辅佐官。室町幕府内部的形势变成了，除了高氏一族被灭族之外，其他的看起来和后醍醐天皇驾崩时一模一样。但是这显然是不可能的，在官印扰乱中，太多的武士支持了足利直义。他们本来都想着推翻了足利尊氏之后，足利直义会把这些土地拿出来分封。然而现在足利尊氏依然是室町幕府的老大，他们不仅不能拿到战功对应的封赏，反而还要担心尊氏的清算，不满的人很多。另一个不安定的因素呢，是二代将军候补的足利义权。他因为从小被高师直照顾，如今足利直义又是借用自己的名义滥用权力，对直义的怨恨很深。最后就是被利用的南朝。南朝和足利家本身是约定，战争结束之后，室町幕府要以南朝为正统朝廷，但现在什么也没变。那看到这些不安定的因素都是以足利直义为中心的，足利尊氏不愧为足利尊氏，上演帽子戏法，带着足利义权投降了南朝，再次承诺讨伐足利直义之后，室町幕府将以南朝为正统。南朝于是发布了追讨令，足利直义见状就逃出了京都，他在镰仓集合反对足利尊氏的势力进行抵抗。1352年1月，足利尊氏的军队攻破了镰仓，足利直义被抓起来幽禁。仅仅1个月之后，直义就疾病去世，这标志着官印扰乱的结束。但是他一个人的死怎么可能真的结束混乱呢？以前支持足利直义的势力大体是倒向了足利直东，官印扰乱又使得武家中出现了随时可以假意投靠幕府，到了不满的时候再改投南朝即可的潜规则。那这段时间，日本的各个地方势力有北朝、南朝、室町幕府、足利直东和镰仓幕府在新军5个可以投靠的盟主，非常的混乱。足利尊氏呢，为了拉拢地方上的武士们，做出了一个影响深远的决定，那就是依靠地方守护。在镰仓时代呢，守护基本上是一个地方治安官的身份。现在足利尊氏是给他们增加了判决后的执行和部分的征税的权利，可以说是成了半个割据势力。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守护被称为守护大名。此外呢，从扰乱开始，在地方上集结定居的武士们被称为国人。之后的室町幕府也是一直被国人一揆所困扰。1358年，足利尊氏因战伤去世，结束了他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评价的一生。其子足利义权即位，本应该作为辅佐官的足利直义或者是高师直，却都在之前的争斗中被清洗掉了。于是室町幕府指定了年仅13岁的师波义将辅佐足利义权。在高师直辅佐足利尊氏的时代，这个辅佐官的家族被称为直氏，但是高氏一族已经被足利直义灭族了，因此作为管领家族的师波家继承了直氏家族的一切职能。随着室町幕府的体制稳定，尽管呢依然是有零星的起义和政治挑战，北朝的政治形势也还是安定下来，于是开始着手与南朝的和解。但是1367年，足利义权年仅37岁就去世了，由师波义将培养长大的足利义满接任。如此一来，师波家就连续辅佐了2代将军，应该会成为权倾朝野的家族。
然而细川赖之利用石波一将的父亲不慎，乘机扳倒了石波家，取而代之。但这些争端并没有使得北朝的势力减小，室町幕府变得越来越强大，南朝也终于无法再抵抗这种压力了。1392年，足利义满呢，他是呼吁南朝的后龟山天皇让位给北朝的后小松天皇，南朝答应。经过57年的分裂，日本南北朝终归于统一。足利义满又在京都建立了名为花御所的府邸作为幕府的总部。历史上呢，便用花御所所在地室町称足利幕府为室町幕府，这个时代也就成了室町时代。现在南北朝是统一了，室町幕府成了唯一合法的全国性政府。但是之前足利尊氏的骚操作又带来了新的分裂问题，那就是各地强大的守护大名们，特别是被足利尊氏允许收走当地一半税金的晋江、美浓和尾张三国的守护们，实力发展得非常迅速。本来呀，室町幕府是规定这种征税的特权需要每年由幕府主动续一次，但是后来大家都是默认，只要幕府没有主动取消，那就是永续的。再后来呢，守护大名们便不再是征收一半的税金了，而是直接占有一半的土地。再后来呀，地方上的庄园领主们也索性直接把土地的经营全部托付给守护大名们，守护再按照他的庄园规模从税金中分一部分作为庄园主人的收入，称为守护卿。至此呢，守护就已经实际成为了割据势力，被称为守护大名。也就是说，室町幕府刚建立的第一代，其实战国时代的根就已经埋下了。那么作为室町幕府，自然是必须要想办法削弱这些地方势力的威胁。足利义满主要是做了3件微小的工作，其一是任命了师波家、细川家和田山家3管领作为将军的辅佐，其次是任命了山明家、赤松家、金吉家和伊势家4个所司，领导士所作为京都治安和裁判工作的负责人，称为士职。3管理4职的体制，使得室町幕府稳定地控制了幕府的周边地区。其三，针对叛乱频发的关东，足利义满又将足利家的亲族送往镰仓监管，称为镰仓公藩，同时设立了关东管领辅佐镰仓公藩。镰仓公藩基本是作为一个独立的幕府运作。即使如此呢，也仅仅是制度上更加稳固了，地方豪强的问题依然是存在的。足利义满和实力强大的守护大名们进行周旋，时而利用，时而打压，终于没收了占据美浓、尾张、伊势3国的守护大名土岐康行的土地。1391年，丹波、和泉、淡马、山城4国守护大名实际控制了11国的超级豪族三名世卿发动了叛乱，但是被足利义满所镇压，没收了其8国领地。整体上来说呢，足利义满是一个非常重视平衡的政治家，在他的领导下，室町幕府才真正成为了日本的统治者。那么除了上述的3件小事，如果说足利义满还有一点什么成绩，那就是他开启了日明贸易。1368年，明朝取代了元朝统治中国，而明朝不久就开始了海禁政策，但明朝也留了一个口子，那就是朝贡贸易。周边国家若是接受明朝的册封，也可以维持一定的贸易。足利义满呢，就在没有通知天皇的情况下，代表日本接受了被明朝册封为日本国王。拿到渡航许可证的协议之后呢，日明贸易也就于1401年重新开启。由于日民间的这种贸易需要先和明朝签订协议，这在当时的日本看来是很奇怪的，因此室町幕府的日明贸易也被称为勘合贸易。14世纪的下半叶呢，是中国遭遇倭寇袭击最严重的时期。这次日明贸易重启之后，虽然只维持了很短的时间，但也使得沿海的居民安定下来。接下来的数十年，几乎不再有日本人从事倭寇了。下一次日本倭寇的高潮，要等到室町幕府末期的战国时代。同时，因为协议中，明朝作为宗主国，承诺会负担贸易中的一切人员滞留费用和运输费用，使得获准的日本商人呢，是每一趟都能赚取数倍的利润，这大大加强了室町幕府的实力。1408年，室町幕府历史上最重要的统治者足利义满结束了他出色的生涯，其子足利义持即位。虽然在义满还活着的时候便已经出家，义持早已经继承了将军的职位，但是足利义满一直没有放松权力。南极开展工作的足利义持就逐渐疏远了父亲。义满死后呢，义持也几乎不会去花御所，否定足利义满的各种政治成就，尤其是他拒绝了继续向明朝进贡，明朝便也不再更新协议，日明贸易也随之中断。失去了日明贸易的利润，使得足利家的实力下降，在各个政治势力之间施展平衡术的空间大大缩小。好在足利义持性格坚强，颇有人格魅力，各地守护大名们也依然在他的下面达到了势力的平衡。1423年，足利义持出家，将将军的位置让给了他的儿子足利义良，自己在背后遥控政局。但是1425年，足利义良病死，足利义持便不得不回到前台主持工作。
但是他自己这时也患了病，常常要卧床不起。足利义持的生涯中呢，与亲人们冲突颇多，爆发战争也有过。此时病重的他似乎已经失去了作为王朝统治者的责任感，甚至拒绝了指定继承人，而是对家臣们说：“你们商量决定就好了。”当然，家臣们谁也不敢真的主动提议将军的继承人，说不定足利义持就是在临死前试探一下，看看谁有反心，对吧？最后大家就说抽签决定吧，然后抽出了足利义持的弟弟足利义教，义持便同意由他来继承室町幕府。当时足利义教本来已经出家了，成了一间寺庙的住持，本想请室町幕府另请高明，但是毕竟足利义持可能命不久矣，这种时候就真的是已经研究决定了，改变不了了。那么足利义教了解了情况之后，为了国家大义，也就放下了自身的担忧，不再推迟，于1429年出任征夷大将军。那他这样上位当然是难以服众，本身地方和民间对足利义教的能力就表示怀疑，镰仓公方更是不满。在足利义持的时代呢，镰仓公方就已经表现出了对室町幕府不服的倾向。最后虽然是和解了，但是若干强制的矛盾根本并没有改变。然后就发生了导火索事件。当时呢，如果镰仓公方的长子元福起名时会请室町幕府的将军赐一个字，将军就会从自己的名字中挑一个字，镰仓公方的长子以此为基础起名，表达将军家族对于镰仓公方的慈父之情和镰仓公方对于将军家族的忠诚。1438年，镰仓公方足利持氏的长子贤王王元福，足利义教赐予教字，然而足利持氏给他起名足利义久。对于足利义教而言，是可忍孰不可忍，便命令关东管领不参加足利义久的命名仪式，这激怒了足利持氏，直接率军进攻关东管领。结果足利持氏低估了足利义教的号召力，义教直接派出幕府军支援关东管领，并且进一步反击，反而吓得足利持氏出家。而后呢，是关东管领上杉宪实出面请求足利义教允许以足利持氏出家，足利义久继承镰仓公方的形式结束此事。足利义教不许，命令上杉宪实讨伐足利持氏。1439年，足利持氏自杀，镰仓公方灭亡，视为永享之乱。此事使得得位不正的足利义教成功立威，各地的守护大名们反而不敢有所行动了。总的来说呢，室町幕府的政治体制就是幕府中央的将军和地方的守护大名们的权力平衡游戏。因此将军他必须维持强权独裁者的形象，只要退一步就很可能多米诺骨牌倒塌。足利义教如此强硬也是必须的。但是后来呢，足利义教似乎是因为永享之乱形成了路径依赖，只要臣子或者是地方大名稍有不慎，他就会认为是在挑战自己的权威，然后以武力逼迫对方就范。他也不信任体制上本应该作为自己人的管理们，几乎不听他们的意见。不管是守护大名、首都市民，甚至是神社、寺庙和公家的人，只要没有执行足利义教的命令，就会被镇压或者是处刑。因此这段时间也常常被称为室町幕府的恐怖政治时期。既然公家和臣民都被他视为威胁，那么对他而言，统治合法性的来源就肯定既不能选天皇和朝廷的认定，也不能选人格魅力或者是臣民支持，那么他只能转向寻求捍卫传统这一道统，以及友邦承认这一法统了。在足利义教的时代呢，这些方向都有长足的发展。之前在战乱中衰落的日本各种仪式都大大复兴，幕府军也得以重新编制，幕府也帮助天皇家族解决了懊恼的皇位继承问题。此外呢，足利义教又无视天皇，接受了明朝的册封，重开日明贸易。其实他做这些事情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他想要模仿他的父亲足利义满。他在刚成为将军时呀，就感到自己作为僧侣并没有政治的经验，因此依靠管领们。本来呢，大家都以为他是个政治妥协之下的弱主，然而他镇压了带头挑事的最强大的对手镰仓公方之后，统治力是迅速变强。但因为他得位不正，根基不足，再加上上位之后迅速遭到了挑战，这就使得他呀不信任包括臣子呀、地方的大名啊、天皇公家呀、首都市民在内的所有人，反而极力的试图以残酷统治的方式来恢复2代前的足利义满时期的繁荣。那么为了配合他的丰功伟业，国民们都在承受着巨大的负担，而他的反对者们，无论是家臣、官员、大名、公家还是宗教人士，都很容易受到重罚。这段时期被称为室町幕府的恐怖政治时期。他这样的恐怖统治，那自然是迅速的失去了家臣们的信任，民间也为他起了浑名万人之恶。那时候已经发展到了朝廷的官员们都会私下议论啊，下一个被足利义教处决的人会是谁。而当时呀，最常被拿出来讨论的便是赤松右满。于是1441年，赤松右满邀请足利义教到家中做客。那么在足利义教被圆月表演吸引的时候，赤松右满突然袭击暗杀了他，史称加急之变。足利义教的死带来了更糟糕的结果，
由于他过于集中权力，以至于室町幕府将军这个职位的权威已经和他自己的强权深度绑定。于是呢，足利义教被家臣暗杀，并且他的死被社会各界所庆祝，这件事直接给足利家的统治合法性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甚至呀，当室町幕府想要组织征讨弑君义贼赤松右满的讨伐军时，竟然鲜有响应，以至于动员失败。好在实力最强大的守护大名之一的三名持丰出面支持幕府军，这才花了2个半月镇压了赤松氏。而对室町幕府而言呢，唯一值得安慰的是，足利义教他至少还有长子足利义胜，虽然年仅9岁吧，但也顺理成章的于1442年继承了室町幕府第7代将军，至少继承问题不会引发混乱了。从公家和幕府官员们的日记中可以看出，足利义胜是一位勤于学习、记忆力超群，并且继承了足利义教的强势性格的少年。京都各界都期望他能带来中兴，但是即位后仅仅不到1年，1443年，少年将军足利义胜竟然因为严重的腹泻腹痛直接病死了，而且他到死都未满10岁，当然还没有儿子，将军的地位由他8岁的弟弟足利义政继承。2代将军都无法亲自执政，再加上辅佐少年将军亲政的流程被打断，管理们的政治势力于是迅速扩大，国政的实际执行基本是落入了田山持国和细川胜元2人的手中。1449年，足利义政元服，迎娶了足利义教侧室的孙女日野富子为正室，这位可是不得了的大人物，和北条政子、电电茶茶并称为日本历史的3大恶女。2人结婚后呢，很长一段时间都没能生下继承人。从足利义教开始，连续在将军继承上出问题的室町幕府自然是不能再怠慢了。足利义政于是收养了自己的弟弟足利义氏作为储君，然后毫无意外的就发生了意外。公元1465年，足利义政和日野富子结婚16年后，生下了长子足利义善，年幼的亲生子和培养多年根基深厚的养子。室町幕府就这样体验到了100年后丰臣集团同款的烦恼。而且足利义政呢，他成年亲政之后反而有了沉迷的兴趣，他天天泡在庭园里思考新的园林设计方案，对当时已经开始出问题的平民起义和幕府财政困难的问题都交给大名们自己去处理。那他都这样了，对更棘手的继承人问题肯定也是拿不定主意，也打算交给家臣们决定。1467年，将军继承和大名权力扩大2个重大问题，终于酿成了日本历史上最有名的动乱之一——应仁之乱。首先我要说明的是，关于应仁之乱的绝大部分记录现在的争议都很大，并没有严格意义上的通说，而且因为应仁之乱持续了长达11年，期间京都发生了无数次大火灾，也几乎没有可靠的一手史料被保留下来，因此下面的内容仅供参考，随时有可能被推翻。一般认为呢，动乱的起点是日野富子为了让自己的儿子成为将军，给足利义政吹整边锋，要他背叛足利义氏。但是支撑此说的史料跟江湖传言也差不了多少了。其实除此之外，日野富子也没有做什么大事了，日野氏的特殊地位也是足利义政的意思，但是就这一件事就让他成了与北条政子和电电茶茶齐名的恶女，可见应仁之乱有多严重。当然严肃地说，引爆应仁之乱的矛盾主要有4个，其一是上面的将军在亲子和养子之间不能指定继承人，其二是当时几乎是幕府2号人物的管领田山持国，他也有同款的烦恼，不能在能力比较强的养子田山持父和能力不足的亲生子田山义舅之间决定继承人。其三是另一个超级豪强斯波氏，将军家和田山氏都对继承问题这么热情，那斯波氏感觉我一点表示都没有，那也不好啊。那么斯波家的继承人斯波义敏就因为和斯波家的一些核心家臣们激烈冲突，而被管理斯波义建给废了，另立养子斯波义廉为继承人。那将军和3管领4个室町幕府的核心人物中有3个都在乱搞了，那最后一位自然也不能闲着了。此时管领西川政元和最强大的地方大名三名宗权严重不和，已经开始准备战争了，2人就变成插手了上面3家的继承权之争，最终形成了3名宗权支持田山义舅、斯波义廉、足利义善和日野富子，西川胜元支持田山持父的儿子田山正长、斯波义敏和足利义氏的局面。日后称3名宗权的势力为西军，而细川胜元的势力为东军，2军对立的名义是支持各自阵营的将军继承人。那么3管领世侄们重新组队，互相对立，甚至将军也加入进去了，室町幕府的体制进入了大混乱。其实说白了，就是几个核心大家族的继承权问题引发的骚乱，听起来只是帝王家定期会发生的事情而已。但是为什么到了室町幕府这里，就能引发间接导致政权灭亡的应仁之乱呢？他们难道没有处理这种常见争端的经验吗？答案是确实没有。
其实，在镰仓时代呢，武家的继承采用的是分割继承法，也就是儿子们分别继承一部分的家产，然后自己去发展。然后南北朝开始，嫡长子继承制成为了主流，除了继承人之外，其他的儿子直接降格为家臣。也就是说，日本的武家们确实还没有习惯嫡长子继承制之下的继承权之争。而室町时代呢，又是相互倾轧的时代，作为武家，常常要把家督传给更有能力的儿子才能生存下来，所以小儿子们对嫡长子一般都是抱有敌意，打败他就证明了自己更有资格继承家业。于是呢，就变成了只要前任家督还没有把话说死，那谁都有可能成为继承人，然后就有了这些应人之乱的导火索。这些年来呢，其实从中央到三管理市直到地方的守护大名们，其实继承权战争非常的频繁。应人之乱呢，只是同时涉及了室町幕府权力核心的3个家族的更大规模的爆发。话题回到双方的斗争，室町幕府的政治场上呢，发生了激烈的冲突，官职交替迅速，小规模的战事也是不断发生。而后双方寻找合法性，到1467年5月25日，三明宗权自称得到了天皇的支持，而细川胜元则是自称得到了将军的支持，其实双方都是挟持。由于赤松正则加入了东军，直接进攻三明市，东军一度取得了优势，甚至成功的将天皇和将军都收入到手中。但是双方背叛不断，战局一直都是非常混乱，谁也不能给对方造成决定性的打击。战争打了一段时间之后，各势力的战队频繁发生变化之下，已经完全变成了互相拉帮结派扩大领地，最初的目的已经完全忘了。甚至出现过东军的统帅细川胜元和东军拥立的将军继承人足利义士2个人反而到西军去布阵的离奇战况。这场混战持续了11年，很多家族都是家督死了之后继承人继续打。1473年，西军的组织者三明持丰和东军的组织者细川胜元都过世，但是战争并没有停息。1476年底，足利义士向足利义政宣誓效忠，足利义政承诺既往不咎，这成为了双方停战的一大信号。而后东西军逐渐解体，到1477年11月，室町幕府组织了天下静谧宴会，各方的势力停战，没有胜负。但是战争中呢，皇宫和花寓所在内，京都屡遭破坏，城市的机能已经几乎不能维持了，室町幕府也随之彻底衰败下来。应人之乱的结果还是足利义政的亲儿子足利义尚即位，时年只有9岁，由其母日野父子摄政。本来一般呢，应该是由成为大寓所的前代将军来摄政，但是足利义政他又躺平摆烂了，他要求只有发生大事的时候才由自己出面做决定，其他的事情就交给日野父子了。室町幕府的中央运行方式基本是回到了应人之乱之前的情况，但是日本的社会是因为应人之乱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参加应人之乱的守护大名们都被战争掏空了实力，开始难以控制领地了。而在他们出阵战争的这么长一段时间，负责代管领地的守护代家族们就逐渐掌握了实权，很多守护代也是在日常交往中得到了国人的支持。从此呢，面对领民的武装暴动或者是国人一揆，很多守护都已经无力发动自己的势力去顺利镇压了。下课上的时代日本战国已然到来，人们发现室町幕府的秩序发展到现在，那就是没有秩序，实力至上主义。不仅将军家和守护大名们明确地表现出了无法控制下面的人，并且在中央里面呢，也是早就无视了规矩和尊卑，完全是看谁的拳头大就听谁的。在这种情况下，能不能看懂时代的信号，将成为接下来是刀俎还是鱼肉的决定性因素。有先见之明的人选择早早的行动，建立下一个时代的优势，这就不得不提到被称为日本战国大名先驱的北条早云了。北条早云在当时呢，还叫伊势宗瑞，属于室町幕府一个管理钱财事务的家族。北条早云的妹妹嫁给了骏河的金川氏，在金川氏家主去世之后，他竟然单身下骏河，介入到金川氏的继承权之争中。没有累代家臣支持的北条早云，迅速的从京都官员中和骏河地方网络支持者，竟然真的成功的把自己的侄子金川世亲扶上了金川家家主的位置。金川世亲呢，为了感谢北条早云的帮助，将伊豆的领地和城池赠送给了他，使得北条早云有了资格坐上接下来的战国时代的游戏桌。当然，此事也让金川世亲马上就明白了新的时代做事是什么规矩，他也开始迅速将金川家军阀化。到了他儿子金川义元时，金川家已经是全国最顶尖的实力者之一了。话说回来，北条早云到达伊豆之后，竟然直接就开始打起了足利家的算盘。本来足利家在这里的监视之主是镰仓公方，但是此时镰仓公方已经分裂成了枯月公方和古河公方。北条早云呢，就直接灭掉了枯月公方，自己控制了伊豆政权。拥有实力之后的北条早云又继续进攻关东，打败了当时关东名义上的统治者大森氏，并且夺取了相模小田原城。
那么在这北条早云在地方上快乐地尝试下课上的同时，朝廷里也正在发生着更专业更有经验的下课上活动。应仁之乱中呢，室町幕府的老大是9代将军足利义士，他为了这次动乱度过了相当辛苦的一生。1490年，他的儿子足利义重成为了第10代将军。但到了这个时候，应仁之乱的余波还没有结束。政治妥协之下，勉强接受了足利义士的细川政元再次发难，声称他不可能接受敌军大将的儿子再次成为幕府将军。那么在这次争端中，还是细川政元略胜一筹，成功驱逐了足利义重之后，拥立了足利义澄成为第11代将军。细川政元也成为了幕府的实际掌权者。那么到现在为止，细川政元就完全插手了第8代、第9代、第10代和第11代将军的继承权问题。就算你再怎么粉饰，下面的人也都能明白，这不是短期变化，而是长期的趋势了。那么下课上这种事，你做得我就做不得吗？于是对于细川政元有杀父之仇的家臣山好长庆，在政元的孙子细川晴元掌握细川家时，也发动了下课上，驱逐了细川晴元以及第12代将军足利义晴和第13代将军足利义辉。山好长庆呢，不仅像细川政元一样掌握了政权，甚至直接向天皇汇报工作，已经是把室町幕府的法统扔在地上在踩两脚了。就是这种情况下，室町幕府第13代将军足利义辉为了防止全国性的内战，还是接受了山好长庆的和解提案，回到了京都。可见室町幕府确实是走到了最后的日子。于是呢，山好长庆更加肆无忌惮地扩大势力，镇压了政敌细川家和将军家之后，山好长庆又开始向四周扩张领地。周围的守护大名们也不是吃素的，山好长庆的左膀右臂都战死，控制力迅速减弱之下，他的家臣松永久秀发动了下课上，夺取了山好长庆的权力。那中央如此，地方上也是有样学样，战国大名们开始在各地登场，他们与作为幕府统治秩序的守护大名们相抗衡，逐渐扩大自己的实际控制范围。这些战国大名的豪强们通常也会吸纳原来守护大名的领地和武士，也会从农民中提拔有才干的人成为只忠诚于自己的武士。最强势的战国大名还会重新划分行政区，以分国的形式四处征战。战国大名的代表那自然是织田信长。到了信长时，战国大名已经发展出了高效可靠的继亲继子制度，是一种完全的金字塔型的管理结构。感兴趣的话呢，可以看这个视频，是以武田信玄为例，介绍了他们的管理制度和武士的职责。但这些本就是下课上平凡的环境中培育出来的制度，信长也很难得心应手的去运用。很长一段时间，他都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被自己提拔起来的家臣们和自己唱反调。另一方面，同时欧洲人开启了人类的大航海时代。当初日明贸易的问题对于室町幕府和明朝都是重大的课题，但是如今明朝似乎更乐于与南蛮人贸易，而对于日本而言，政局不稳，暂时顾不了那么多。更重要的是，大航海时代能够立刻为日本带来什么？那么答案就是基督教和铁炮。与信长所在的东日本的下课上乱斗不同，这一时期最影响西日本大名们的正是大航海时代的潮流。葡萄牙商人在种子岛搁浅时，向种子岛石窑介绍了他们的铁炮武器，石窑立刻明白这一定是战国大名们想要的东西，便开始以火神枪的形式出售。而耶稣会的沙乌略则是在鹿儿岛登陆，按照正规的手续开始了在九州的传教活动。这是因为葡萄牙人开辟的银丝对流商路有巨大的利润，他们又明显地表现出了对基督徒的好感和信任，于是南方一些大名决定允许基督教的传教活动，甚至自己和家人也皈依了基督教。这种大名被称为基督的大名。最有代表性的是九州的超级豪族大有义政。银丝对流商路其实对明朝有更深刻的影响，详细可以看这个视频。那么和在澳门一样，葡萄牙人在他们的日本据点上也是建立了教堂、技术学校、船舶修理厂、钟表工厂等等航海附属设施。教堂则是不仅在港口，规模大一些的外商据点都会修建教堂。当时教堂被日本人称为南蛮寺，这种教堂还会修建附属学校，被直译为神学院。在长崎这样的核心据点，葡萄牙人的技术学校还带有大学的功能，各地神学院中的优秀毕业生可以来此继续深造，最优秀的则有机会去欧洲留学。日本官方呢，也是派遣了4名特派留学生到教皇国学习欧洲的制度，史称天正遣欧使节。目光回到东日本，金川世亲的儿子金川义元继承了军阀化的金川家，同时也表现出了极强的个人能力。他成功地控制住了整个骏河国和远江国，又在西山河的控制权争夺上大败了织田信秀，以此威势劝降了宿敌武田信玄，转而与自己结盟，调解了北条家、上杉家、武田家的关系，
俨然已经成为了东日本真正的话事人。1554年，金川议员开始在各种场合强调自己上京勤王的愿望，着力向西扩张。他的对手是宿敌织田信秀的儿子织田信长。数年来，织田信长的表现比他的父亲差了很多。织田军不仅已经完全无力继续与金川军在西山河争夺，甚至在大本营尾张都有数万担领地投诚了金川议员。1560年，金川议员似乎决定给织田家彻底的打击，倾全国之力率领超过2万大军进攻尾张国。金川军的主力部队都还在行军的过程中，2天之内，金川军先锋的4000人便已经彻底摧毁了织田军的防线。然而，金川军主力到达统辖间休整那天的中午，突然下起了大雨。织田信长率领2000人秘密出击，沿着只能单列通过的山间小道绕道奇袭金川议员的本阵。由于金川军过于分散，此时本阵的士兵人数约为5000人，步兵为主，与织田信长的2000人精锐部队战斗力上其实相差无几。最终是织田军取胜，金川议员战败身死，这是震惊日本全国的大新闻。织田信长迅速地将恐惧植入了所有战国大名的心中，走上了统一日本的第一步。之后呢，织田信长迅速转头，继续攻略美浓国，利用妻子隆基的影响力和美浓国新主不受信任的机会，策反了美浓国的豪族们，很快完成了吞并活动。之后，他便将自己的大本营迁往了美浓岐阜城。也是在这一时期，织田信长提出了天下不武的口号，虽说是在表达复兴室町幕府，但是其完成统一的野心已经很明显了。为了提高自己的权威性，信长也打出了支持足利义昭就任将军稳定政局的旗帜。靠着足利义昭的支持，织田信长跳过了强大邻国，先攻占了近畿地区的大和、山城、河内、涉津等地。这一时期的织田军中呢，2股新兴势力明智光秀和羽柴秀吉开始崭露头角。但是后来夹在织田家领地中间的前景氏和朝仓氏果然让信长陷入了苦战。他们的背后呢，还有当时十分强大的佛教势力的支持，实力不输给领国大名的比瑞山严立氏，也公开了反信长的态度，并且动员全国百姓反抗信长的暴政。最终这次联军并没有得手，而是在淄川之战中，织田信长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最终是织田军攻破了比瑞山，织田信长一怒之下火烧比瑞山，杀死了许多僧侣。这一事件进一步激发了更大范围的讨伐织田信长暴政的声浪。除了前景氏和朝仓氏，本院氏也加入到了与信长的战争中。足利义昭为了脱离织田信长的控制，也暗暗支持反信长势力。更重要的是本院氏和足利义昭带来了实力强大的武田信玄，形成了对织田军大本营的东西包围之势。1572年12月，织田信长和他的盟友德川家康组成联军，于三方原抵抗武田军的进攻，知得联军惨败，德川家康仅以生免逃回滨松城。武田信玄乘胜追击，到1573年2月，几乎取代了德川家康，控制了整个山河国。织田信长的核心领地尾张国已经近在咫尺。然而1573年4月，武田信玄疾病去世，信长包围网的士气遭到了巨大打击。织田信长于是乘着这次机会，重新控制了京都之后，驱逐了他自己扶植起来的室町幕府第15代将军足利义昭，转而直接与天皇和公家交涉，不再拥立新的将军。很多学者认为，此事件就标志着室町幕府的灭亡，同时也是织田信长无敌于天下的信号。显然呢，织田信长已经不再需要反复横跳的政治平衡游戏了，果断对前景氏和朝仓氏发动了灭国战争。1573年8月，织田军包围前景家的小谷城，同月大败前来救援的朝仓家主力，朝仓义景在主城伊城古城被攻陷之后自尽，朝仓灭亡。4月，织田军攻破了小谷城，消灭了前景军主力，前景长政、前景久政父子自尽，前景灭亡。之后呢，前景的旧领地大体是由羽柴秀吉，也就是丰臣秀吉来治理，朝仓的旧领地则大体是由柴田胜家来治理。那么最后一个原来参加了信长包围网的强敌就是武田家。武田信玄死后，武田胜赖继承了家业，依靠强大的骑兵部队，胜赖领导下的武田家继续冲击着织田家和德川家，武田家的领地也来到了巅峰。1575年，织田德川联军的主力在长小迎战武田盟军的主力，织德联军是以巨马栅栏和火神枪三段机步兵组成了多重防线。武田军的骑兵连续冲击织田军的阵地，而后更快地失去了组织度。武田胜赖本人也是负伤撤离，从此武田家不再有能力抵抗织田德川联军。次年织田信长在琵琶湖东岸修建了空前的安土城，作为织田军新的中心，并且正式开始了与日本最后的大势力毛利家开始争霸战争。当然，虽说是争霸战争，但实际的情况更接近于合纵抗秦。毛利家与织田家实力悬殊，毛利辉元他需要争取西日本各地其他的势力，才能够与织田军相对抗。
织田信长统一全国只是时间的问题而已。即将结束乱世的织田信长也是开始着手和平时期的制度准备，开始在领地内废除先军体制，主要是效仿曾经金川市的制度。织田势力内废除了所有国境关卡，原来适用于各地的乐市乐座，在安土城下町也升级为完全自由流动和交易的乐市令，致使的安土城异常繁荣，号称全国商品集于织田信长。在这一切向好发展的时候呢，1582年6月2日，织田信长重臣中的重臣明智光秀与本能寺发动叛变，织田信长及其继承人织田信忠从此不知所踪，史称本能寺之变。信长的另一个重臣羽柴秀吉最先做出反应，虽然他当时正作为毛利前线的总大将在背中作战，但得到消息之后，他当天就与毛利和解，立即启程返回京都。仅仅11天后，6月11日，秀吉已经到达了山崎，与正在和明智光秀军交战的织田信孝军会合。当天，明智光秀战败身死。羽柴秀吉消灭了近畿地区明治军残党后，于6月16日进入安土城，昭告天下，织田信长父子的尸首已经在本能寺中被烧为灰烬，明智光秀已经被讨死。6月25日，羽柴秀吉与织田信孝再次组成联军，进攻美浓和尾张，明智光秀的残余势力被彻底清除。6月27日，织田信长的遗臣们开始了讨论接下来走向的青州会议。织田信孝呢，未能如愿成为新的话事人，核心的问题被暂时搁置。织田军实际上是分裂成了几个大势力。次年，羽柴秀吉为首的联盟击败了柴田胜家为首的联盟，织田信孝和柴田胜家自尽。织田信雄不再有能力挑战羽柴秀吉，秀吉实际上成为了织田信长的继承人。差不多同时，织田信长开始修建大阪城作为自己新的行政中心，为即将到来的决定织田信长遗产归属的最后一战做准备。1584年，织田家与德川家的青州同盟依然有效，织田信雄与德川家康组成联军挑战羽柴秀吉，这也是当时最后一个有能力挑战秀吉的势力。双方激战半年，谁也不能给对方造成决定性的打击，最终是以平局收场。此战呢，也令羽柴秀吉认识到，在织田军的框架下，他无法收编所有的势力，武力征服他现在的实力也还不够。于是秀吉改变策略，他借用朝廷的权威，以天皇的名义命令全国各大名停止战争。秀吉作为世界警察，只需要逐个击破单个势力即可。这个策略迅速奏效，在劝降各地小势力后，羽柴秀吉升任关白。在消灭了四国长中五部家之后呢，他再兼任太政大臣，并获赐了丰臣姓。到1590年为止，丰臣秀吉消灭了北条氏政，降服了岛津义久和伊达政宗，收编了德川家康和织田信雄。日本终于结束了100余年的分裂，重归统一，标志着狭义日本战国时代的结束。于是丰臣秀吉开始着手于乱世到治世的过渡工作。首先，他对全国进行了重新减地，对田地的面积和收获量重新普查，以衡量日本当时实际的生产力。之后以减地的结果和统一的度量换算成米的收获量，以大约180毫升为1盒，1000盒为1担，以此为依据重新衡量各地的实力，即担高制。减地和担高制加起来可以合称太阁减地。此外，丰臣秀吉又主导了重新分配土地，实行一地一作人令，将土地分块之后以个人为单位重新分配。秀吉还颁布了刀授令，以农民如果拿起武器引发混乱，会再次迎来乱世为由，没收了百姓的武器。一地一作人令和刀授令可以合称为兵农分离。对于越来越重要的宗教问题，秀吉也下场指导。可能是出于模仿织田信长，丰臣秀吉最初采取了保护基督教和允许基督教在自己的核心城堡内修建教堂的态度。而后呢，基督教大名大村纯宗竟然在长崎直接将土地捐赠给了当地教会。得知此事的丰臣秀吉意识到基督教的存在本身会影响日本的封建制度，遂颁布了半天年追放令，将基督教传教士驱逐出境，也禁止了大名在未经许可的信仰基督教。直到1596年，西班牙商船圣菲利普号因为在海上遇上了台风，而到土佐靠岸休整。秀吉拒绝了船队的保护他们不受日本人攻击的要求。船员拿出地图，傲慢地说：“我们的祖国西班牙可是当今世界上最强大的日不落帝国，你们日本这样的坠儿小国拒绝保护我们，是想和西班牙开战吗？”秀吉回问道：“那你们西班牙是怎么扩张到这么强大的呢？”船员呢就回复说，西班牙国王派遣基督教传教士和军队到世界各地，一边传教一边征服。丰臣秀吉于是立刻改变了对基督教的态度，认为传教是危险的活动，
他很快下令禁止基督教活动，并且在长崎处决了26名传教士和基督教学校的教师以表决心。但其实丰臣秀吉他也想要向海外扩张，他曾经派人劝降葡萄牙的果阿敢和西班牙的马吉拉，当然对方不可能当回事的。此外呢，丰臣秀吉也继承了织田信长的遗愿，试图进攻明朝。作为跳板，他要先征服朝鲜。1592年，日本第一次入侵朝鲜，称文禄之役。这次进攻比较顺利，今天的首尔和平壤这些地区都被日本占领了。不过随着明朝作为宗主国派遣军队支援朝鲜，以及李舜臣率领的朝鲜抵抗力量从海上切断了日军的补给线，日本也无法继续推进。于是呢，前线的日本将领们开始了和谈，私自停战撤军。但是最终谈判是破裂了，丰臣秀吉再次命令出兵，视为庆长之役。对日本而言，庆长之役比文禄之役打得辛苦得多，朝鲜的抵抗力量一直都很顽强，明朝的支援态度也显得比上次更加的坚决。秀吉也意识到了应该听取前线执行者们的意见，但是一切为时已晚。庆长之役乃是丰臣秀吉作为政治强人独排众议强行推进的决策，因此这件事本身已经和他的统治权威相挂钩。日本政府现在承受不起承认这场战争失败的国内代价，于是秀吉只能在遗言中命令自己死后立刻从朝鲜撤军。再回到日本国内，丰臣秀吉呢，在晚年又建立了一个由大名合作的中央决策体系，由他自己和被称为五大佬的最有权势的大名们来商量决定重大的政策，然后由他去命令被称为五奉行的可信赖的实干力量们实际执行。他这样做的主要原因呢，是为了在自己死后，即使自己年幼的儿子丰臣秀赖即位，权力也能够在制衡之下过渡到秀赖有能力亲政。但是最后丰臣秀吉病死时，丰臣秀赖才5岁，这么长的过渡时间，任谁都看得出来不可能平稳。丰臣政权立即开始了相互倾轧，实际权力很快就转移到了拥有高达250万担领地的五大佬之首德川家康的手中。然而五奉行之首石田三成和五大佬中实力第2的毛利辉元并不打算坦然接受这种过渡，丰臣政权的各势力开始在2个派系之间站队，一场内战不可避免。虽然德川家康是在丰臣政权的内部采取了很多对武将势力不利的措施，但是石田三成也有过建议秀吉削藩和对秀吉的死密不发丧等等不利的传言。大部分丰臣系的武将都是同时讨厌着德川家康和石田三成。虽然外部大名的战队比较混乱，但是从丰臣系大名来看，大体是武将支持德川家康，官僚支持石田三成。因此这次争端也被认为是秀吉死后丰臣集团内部的武将派和力僚派之间的决策权之争。另外也有认为是尾张派和近江派的权力之争，实际情况应该是兼而有之。1599年3月，7名丰臣秀吉的旧部武将策划袭击石田三成。三成先是在京都的福建城弄城防御，而后在德川家康的调解下，以下野为交换返回了自己的居城隐居。对于丰臣系的武将而言，德川家康以优雅的方式帮助他们实现了目的，在丰臣政权的决策中更加支持德川家康。家康也是立即行动起来，展开了与秀吉旧部们的联姻活动和金钱支援。面对这种明确的对丰臣秀吉的背叛，不仅是石田三成，另一位武大佬上杉景胜也提出了抗议。景胜派家臣直江兼续送出了直江传，问责家康越俎代庖的行为。而后德川家康是直接请示天皇同意讨伐上杉家，称会津征伐。虽说注定是一场实力悬殊的战争，但是在动员期间呢，德川家康的支持者很多都率队前往会津，瞄准了这个势力真空期。一直态度暧昧的另外2位武大佬毛利辉元和宇喜多秀家呢，是在西日本集结部队，故称西军。当德川家康进驻到利木县时，听说了毛利辉元和宇喜多秀家组成了联军的消息，认为直江传乃是石田三成的调虎离山之计，无奈取消了会津征伐。时间上呢，德川家康已经来不及率领主力部队返回大阪了，于是他在下野集结部队，伊达政宗和福岛正则2大势力前来支持家康，视为东军。东军和西军双方都采取了对周围的所有地方势力全面出击的动作。这场在全日本各地爆发战事的空前大战，原以为会持续很长的时间，然而双方主力部队最终是在1600年10月21日在关原决战。仅仅半天，这场关原之战便分出了胜负，东军取胜，石田三成被抓住处决。此战之后，德川家康无敌于天下，他继续在丰臣政权的系统内凝聚权力，终于是在1603年2月12日就任征夷大将军。这标志着江户时代的开始和安土桃山时代的终结。然后呢，德川家康很快将将军的位置传给了他的儿子德川秀忠，这就象征着幕府将会在德川家中代代相传，避免德川家像织田家或者丰臣家一样，因为没能稳定的将权力交接给2代，最终变成了为他人做嫁衣。
不过家康还是以大御所的身份作为德川家实际上的大 boss。尽管如此，丰臣秀吉在世时已经尝试了很久的公武一体，现在制度的残留其实还在。成为了武家之首的德川家，在这个时候依然不能说是真正取代了丰臣家。京都朝廷和天皇家族在活动中都尽量避免丰臣家和德川家同台，但是如果真的出现了不得已的情况，现在的礼仪活动中呢，依然是把丰臣家放在德川家的前面。因此德川家康他还需要进一步确保德川家的地位，花了数年继续逐步削弱丰臣家。当然，对于德川家而言，朝廷地位这种虚名只不过是时间上的问题。丰臣家将来对德川天下的真正威胁，还是那座坚不可摧的大阪城。如今已经不是战乱时代了，大阪城不会像丰臣天下时的安土城一样凭空消失，也没有机会把秀吉的继承人丰臣秀赖赶出去。两家的最后决战终究还是要发生的。于是德川家试图寻找战争的借口，最终将目光锁定在了丰臣家建造的方广寺的钟上面。经由与德川家康关系暧昧的名声南关坊天海之口，钟铭上的国家安康、四海诗化、万岁传芳、君臣丰乐之句，被解释成了讽刺德川家篡丰臣位，并有诅咒家康人头落地的嫌疑。这一次呀，丰臣家没有继续推让求和了，而是对这种挑衅表示不屑，双方开始备战。那么在这德川家和丰臣家明争暗斗的十几年间呢，国际环境和日本的对外关系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此时西班牙和葡萄牙已经开始衰落，英国和荷兰也成为了大航海时代的领军者，二者也都成立了东印度公司来开发亚洲的贸易。对于日本而言，一直以来有打交道的都是西班牙和葡萄牙，主要的课题也仅仅是铁炮和基督教。现在日本国内的形势相对和平，他们需要认真的面对新的客人了。其实就在关原之战的1600年，荷兰商船利福德号在太平洋上遇难，漂流到了丰后国。他们到达日本时，80%的船员都已经死在了海上。但是幸存下来的英国人威廉亚当斯，也就是三浦岸真，和荷兰人杨乔斯腾被邀请前往江户与家康面谈。家康通过他们了解到了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实际情况，对两人赞赏有加，希望他们担任外交顾问。当然，这也是日本新的掌权者对于外部的态度软化的信号。于是西班牙和葡萄牙主导的南蛮贸易也变得更加的活跃。此外，德川家也希望在南蛮贸易中有更大的议价空间，尝试派遣京都的基督徒商人田中胜介前往西班牙领墨西哥了解情况。17世纪初期呢，日本主要的对外贸易还是来自葡萄牙人的银丝对流商路，这条商路每年将全球1/4的新增白银运往明朝，大部分都来自日本。后来由于文禄庆长之役，中日双方都禁止了与对方的贸易，但是明朝缺白银和日本缺优质绅士的情况并没有改变。现在葡萄牙商人在此赚得更多了，于是江户幕府出台了私歌服制度，其实就是一种专买专卖规定，以此避免葡萄牙人过分提价。文禄庆长之役之后，日本和朝鲜自然也是断绝了外交。江户幕府建立之后呢，也派遣忠义治前往朝鲜重新建交，恢复了与朝鲜的贸易。德川家也从丰臣家继承了与东南亚方向的玉珠印船贸易，并且加大了对东南亚贸易的鼓励力度。这是因为欧洲人在东南亚的势力发展很快，如果东南亚被欧洲人统一成了一个基督教的政权，那将会是对日本的巨大威胁。因此也派出了日本人效仿欧洲人的做法，前往东南亚建立据点。一些当时的日本人社区延续至今。回到日本国内，1614年11月，日本战国最后的大兵团决战大阪之阵终于爆发。丰臣家呢，是利用秀吉留下的强大经济实力支撑着军力，最终成军10万人。而德川家则是号召天下大名辅助他这个武家领袖，最终成军20万人。德川家在开战之后仅仅10天左右的时间，就攻占了丰臣家的外部要塞，战争变成了大阪城的攻防战。然而大阪城高墙深壑，难以接近，唯一没有自然河流防御的方向也被真田信繁，也就是真田信春修筑了出城真田丸进行防御。真田军在真田丸的方向挑衅引诱德川军，使得德川军发起了强攻，遭受了很大的打击，依然无法打开缺口。强攻不下也在德川军的预测之内。前线战斗的同时呢，德川家康也派人到电川上游修筑工事，减少电川的水流量。当电川的水深度直到膝盖的高度时，这个方向的德川军开始了向前推进。第3个计划是直接对大阪城发动炮击，当时炮弹只是铁球，并不是炸弹，并不能造成决定性的破坏。但是后来有一发炮弹直接击中了天守阁和丰臣秀吉的母亲电电的房间，有2名侍女当场死亡。电击查查本来是丰臣家决策集团中最重要的坚决抵抗派，而这次炮击让他直接转向了投降。于是丰臣家态度软化，双方开始了和平谈判，大阪东之阵至此结束。根据和谈的结果，德川军在电川上游修筑的工事被保留，
内窟和北外窟也需要被填平。如此一来呢，大阪城的护城河就只剩下了天满川，不再那么坚不可摧了。当然，在和平协议签署之前，双方的内部会议呢，便都认为和谈只是战术拖延，早已开始了更大规模的集结兵力和武器，等待下一场战斗。丰臣家和德川家都希望在下一场决战中彻底消灭对方。半年后的1615年，最后的决战大阪夏之阵爆发。此时的丰臣军在躲在失去护城河的大阪城里已经没有什么赢面了，而且在休战期间，丰臣军扩充了实力，因此他们这次的目标是镇斩家康。然而在2倍兵力的德川军面前，丰臣军的出击部队处处受挫，步步后退，最终还是变回了大阪城的围城战。自然，现在的大阪城已经保护不了丰臣家了。丰臣秀赖和他的母亲电击茶茶自杀，最常见的日本战国定义便是自应仁之乱开始，至此结束，大约150年。大阪之战后呢，德川家的统治便稳定下来。家康颁布了一国一城令，规定每名大名只能拥有1座城。从此，江户幕府对于大名拥有哪些领地和城堡的使用目的拥有了决定权。地方上的这部分战争潜力被收归中央。而后，江户幕府又颁布了5家诸法度，进一步限制诸大名，包括不允许修筑新城，大名及其重臣的婚姻需要先获得许可等等。虽然呢，这些新的规定也是出自德川家康之手，但是现在全部是以将军德川秀忠的名义发布，法律和职位上的上下级关系取代了战场上的上下级关系。不仅是对5家，江户幕府也出台了对天皇家族和公家朝廷的详细规定，称为禁中并公家诸法度。比如规定了天皇家族每年的收入及禁礼预料，刚开始是1万担，后来变成了3万担，但是要求天皇潜心学习，少问世事，否则这部分可能被取消。显然，德川幕府是理解用无限的不能变现的学习可以填满人的精力，以方便统治。也许这是19世纪日本拥有比英国本土还要高3倍的识字率，却依然是最落后的国家的原因之一。更详细的日本当时强大的教育实力不能变成国家竞争力的原因，欢迎看我的第1期会员视频。1616年，德川家康结束了他波折而辉煌的一生，享年75岁。日本真正进入了德川秀忠的时代。但是秀忠的时代呢，也还有很多从战国时代走过来的家臣们，显然没有那么容易坑，所以秀忠的主要精力还是继续巩固江户幕府的统治。德川秀忠呢，开启了领地晚行状制度，他将领地晚行状发给全国大名，作为赐予他们领地的证明，以此证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以此为根据，德川秀忠又模仿镰仓时代建立的御恩奉公制度，作为大名们从将军处获得领地的对应义务。如此一来如果大名行为不端或者是图谋不轨，江户幕府便有法理依据没收他们的领地了。德川将军家也有了更强的对大名行为的定义和考评权利，并且当将军交替时，各大名也是需要从新的将军处得到新的领地晚行状，以此让他们明白应该忠诚的对象。当然，大名间也是有隔差，像是非将军本家的德川家呀、松平家呀这些将军的亲戚被称为亲藩，而亲藩中又以尾张、纪伊、水户3藩的地位最高，被称为御三家，是仅次于将军本家的5家。亲藩大名们呢，基本是被分配到晋级关东之类的高羽之地，也会参与到幕府的政治运营中。在他们之下，是从三河国时代起便追随德川家康过来的从农之臣们，被称为普代大名。他们对于德川家的辅佐地位，很多也都是会代代相传，是江户幕府政治运行中实力强大的一个部分。再往下就是关原之战之后才向德川家康宣誓效忠的大名们，称为外样大名听名字就知道不怎么好。他们中虽然有不少在大阪之阵中立下的大功，也因此获得了很高的待遇，但也要被赋予外样大名这个不被信任的称号。这些远离政治中心却又实力强大的外样大名，难免因此不满，最终站出来终结幕府也算是一种自证预言吧。那么德川秀忠拥有这样的实力去改造政治结构，是因为德川将军家呢现在的实力确实是绝对强大。幕府从伊豆金山、佐渡金山、深野银山和石见银山的开发中获得了丰厚的利润，幕府直领也从丰臣家时代的200万担翻倍来到了400万担，将军家从年贡比和海外贸易中获得的利益也很大。这些经济实力支撑着德川家在前3代将军时期一直在改革制度，强化中央集权。1623年，德川秀忠去世，德川家光继承了江户幕府第3代征夷大将军。在家光的时代，德川家完成了军国主义的幕藩体制，德川家以压倒的经济和军事实力稳定地统治了日本。德川家光呢，先是更新了5家诸法度，开启了后来让大名们怨声载道的参勤交代制度。这个制度要求大名的妻子和子女住在江户的宅邸中，
大明呢，只是要在第一年的4月从领地前往江户居住1年，然后第2年的4月又从江户返回到领地居住1年，循环往复。可以说是连大明自己都成了交给将军的人质，而且费用还得自己出，简直是血亏。但是其实在参勤交代开始的1635年，意外的当时的大明们对此表示非常欢迎。其实原因是德川秀忠的御恩奉公制度取经自镰仓时代，其实是一种 KPI 制度，要求武家立功然后写进年终奉公考评，幕府在酌情给予御恩赏赐的制度。那镰仓时代战乱频发，大明们当然有东西可写，但是江户时代又不准大明私斗，又没有敌人和化外之地，这时候连大阪之阵都过去20年了，完全没有作战立功的机会，大明们连边考勤业绩的理由都用完了。而且他们下面的家臣下面的武士也是每年都没有作战业绩可写，很多都只能变着花样的写实在是对不起主公，我今年又没有业绩，每年都这样还要拿主公的工资简直这条命都是主公给的，如此大恩大德只有来世再报了之类的。关键是离谱的是他们没有开玩笑的，这段时间大明死了之后，家臣殉死蔚然成风，家臣殉死之后他们的从臣又要殉死，从臣殉死之后武士又要殉死，显然这套制度已经难以为继了。所以当时参勤交代为大明们提供了奉公的理由，通过参勤交代让幕府看到自己的军事体制，以此证明自己在领地中没有疏于军务，这场考评的游戏终于能继续玩下去了。如此一来，大明们和幕府之间终于有了让双方都能感到安全的长期制度。参勤交代启动之后2年的1637年，最后的大规模下课上天草一揆，也就是岛原之乱爆发。被苛政压迫的农民们在当地基督教徒名门的领导下，组织起了许多浪人发动一揆，并且向全国大明和欧洲国家发出信函，要求共同推翻德川幕府。虽说最后幕府讨伐军是付出了8000人战死的巨大代价，但是终究一揆是被镇压。更重要的是，此战让所有人都看到了，已经不会再有势力支持推翻德川家的活动了，让人们也看清楚，不会再有战争来改变命运的机会了。参勤交代和岛原之乱使得人们不再对下课上抱有任何预期，至此日本战国时代真正彻底结束。作为新兴政权，江户幕府也在行政制度上做出了改革，这项工作也是在德川家光的时代基本完成的。原则上呢，对于领地要超过了1万担的领主，在江户幕府的体制内才可以被称为是大名，幕府会为他们设立一个藩作为领地，并且授权大名代管藩内的事务。1万担以下的领主按照汇报关系能够直接见到将军的称为旗本，其他的则称为御家人。江户时代的御恩奉公制度也发生了变化，现在是把将军或者是藩主定期发给武士的大米作为御恩，也可称为俸禄制度。奉公则是如前所述，因为实在是没仗可打，就以参勤交代的形式进行了。而在中央政治层面，核心人物是将军、大老、老中3个人，其中老中至于将军，类似于总理至于总统，既可以是总理日常国家事务的人，也可以是将军工作的大秘书，这个主要看将军的个人风格。大老的职责则是帮助将军管理全体普代大名，这方面老中也有辅助大老的义务。显然当老中肯定是最辛苦的，因此对于老中另设以弱年祭作为辅助机构。随着时间推移，后来老中的职责中又增加了监视诸侯动向的工作，于是又设立了2个间谍机构，其一是直接向老中汇报的大幕府，他们负责监视大名藩主；另一个是作为弱年祭下设机构的幕府，负责监视普代和御家人。负责非军事领域运营的机构则是3奉行，分别是负责宗教和文化事务的4摄奉行，负责城市和商业管理的听奉行，以及负责财务的勘定奉行。此外，京都朝廷依然是作为象征性的政权权威。江户幕府并没有消灭旧贵族体系的意识，但是设置了京都所司代，负责监视公家和西国大名。几百年的武家政权已经使得作为统治阶级的武士阶级有了诸多特权，到江户时代终于确定为从2项根本特权中衍生，那就是拥有名字和持刀。对于普通民众，江户时代对农民、商人和职人进行分别管理，商人和职人在后面的事件中再解释。先说说农民，江户幕府对农民的2项基本规定，第一是不得买卖土地，第二是父母不得分割土地交由不同的子女来继承。显然这2条是完全的恶政，既不顾宏观的生产效率，也不顾民间产生的大量矛盾，只是为了稳定和管理方便而服务。那么谁来继承田地，对于农民子弟而言就成了生死攸关的大事。为此，在江户前中期，兄弟相残的事情大量发生，大名等级制度、御恩奉公制度、参勤交代、大老老中制度、奉行制度，
以上这些组成了德川幕府的基本形式。显然，这是一个军事完全优于一切其他的事物，并且极其压制变化的国家形态，后来便称为军事国家体系，之后进一步简化为军国主义。到了近现代，军国主义一词的语义进一步发展为先军体制国家，也就包含了武家时代700年以及2战前的日本帝国时期。说完内部，再看看外部。说到江户时代的对外关系，那自然是4个字：闭关锁国。尽管呢，在江户时代的初期，日本的外贸非常活跃，甚至主动派出殖民队到东南亚与欧洲人竞争影响力。然而之后，使得德川家康起了闭关锁国念头的原因是火药。日本的硝石产量很低，所以火药需要进口。基本完成统一之后，德川家康试图将这一资源垄断在德川家族的内部，以此削弱各路诸侯的战争潜力。这样就成为了锁国政策的第一步。接下来是欧洲各国关系的变化。英国和荷兰2个新兴势力正在激烈的挑战西班牙和葡萄牙2个老牌强国。新旧势力在宗教解释上也有重大分歧，这种矛盾也延伸到了他们对亚洲市场的竞争上。荷兰人杨乔斯滕在与三浦岸真一起受到德川家康的接见时，就努力的解释西班牙和葡萄牙利用基督教传教为借口行侵略他国之实，这成为了德川幕府颁布禁教令的关键导火索。当然，家康也是在利用这次机会。因为在此之前，葡萄牙商人继续卖火药给切兹丹大名的事情，幕府基本上是不方便出面阻止的。如此一来呢，德川家垄断火药进口就成为了更实际的法令。到德川秀忠的时代，他更是下令在切兹丹大名集中的长崎处决了55名基督教传教士，史称元和大殉教。这也意味着，虽然没有修改法律，但是实际操作中江户日本进一步锁国。到了第3代将军德川家光的时代，江户幕府终于出台了直接的锁国相关的法令，那就是禁止西班牙船只在日本靠港，理由是西班牙国王过于热衷于基督教传教。之后又把葡萄牙商馆迁移到了长崎的出岛，来自葡萄牙、荷兰以及清国的商船要在此集中管理。1633年，德川家光又增加了老中奉书的规定，从此所有的日本船只无论是否持有将军签发的御朱印，如果没有老中奉书，都不可以开往外海。至此，日本成为了一个锁国国家。当然，锁国也是有宽严之分的。2年后的1635年，江户幕府再次发布法令，日本人禁止渡航到外海，在外国生活的日本人或者日本人后代永不得回日本。1637年岛原之乱之后，江户幕府宣布彻底禁教，西班牙、葡萄牙人直接驱逐。此时，英国已经在与荷兰的东南亚竞争中战败，被迫退回了印度。于是，荷兰人成为了日本唯一获取西方信息的渠道。这种情况贯穿了整个江户时代。那荷兰人也非常的上道，咱就是来赚钱的。在日本国内，无论是看到了什么，发生了什么，都不干涉内政，日本需要的情报都可以提供，但是日本不问的话，自己也不会主动。这种纯粹的利益关系，反而让患得患失的江户幕府认为是个好交往的朋友。总之，至此，日本的锁国国策基本确立。在此基础上，另开4个外贸口岸，除了与荷兰人、清国人交易的长崎，其他还有与阿伊鲁人交易的松前、与琉球人交易的萨摩，以及与朝鲜人交易的对马。如此一来，德川家康到德川家光祖孙3代逐渐收紧缰绳，终于建立起了以军事优势、经济垄断和武士特权为基础的德川家的绝对强权。这是日本历史上幕府将军权力最大的时期，并且以严格的规定限制人们的一言一行，称为武断政治。但是这实在是过于资源集中，而且下面没有回旋的空间。20年间，竟然有超过100位大名被没收了领地或者是削藩，大名都难过，下面的人自然就更惨了。许多武士甚至是武将都成为了浪人，而在这和平时期也没有战斗的工作给他们做。在锁国令之下，社会上也没有足够的经济动力，自然也不会有太多新增职位去稳住这些失业武士们。统治阶级的武士阶级反而是对江户幕府有最大的敌意，而且江户的法令过于高压了，失业武士们落草为寇或者是成为海盗还则罢了，反正是和幕府彻底决裂了也管不了了。反而是还想继续做武士的失业武士们在家里躺平的话，还会被作为浪人，遭受到包括居住地限制、出入场所限制等等诸多不便。这个时候出现了一位军事学家有井正学，他拥有极强的军事才能。德川家光本来想招揽他入朝，但是正学拒绝了招揽，声称想要开设私塾传播学问。结果他拒绝幕府招揽的这个行为本身就被浪人们认为是英雄，很多浪人前来他的私塾拜访求学，接触多了之后，有井正学也是认为必须要推翻德川家的暴政了，竟然真的制定了一个计划，并且付诸实施。他们打算先在江户城多处引发爆炸，然后趁乱炮击江户城，之后攻进去杀了将军。1651年，德川家光去世，11岁的德川家纲即位。有井正学认为时机已到，但由于同伙的背叛，他们的行动被幕府发现了。本来负责在火药库引发爆炸的人提前被捕，
有井正雪自知命运已尽，遂自杀。叛变虽然是失败了，但是这件事大大冲击了江户幕府。任谁都看得出来，武断政治带来的这些问题已经是改朝换代危机的前兆了。于是幕府开始讨论结束对内的高压。之后江户幕府设计了一套效果基本类似，但是能软化风险的新制度，与武断政治相对，称为文治政治。文治政治的核心理念是鼓励武士学习知识和教养，不要整天打打杀杀。之前大名被取消封地的最大契机是没有继承人，因为江户幕府不希望不知底细的人成为大名，所以临死前不久才收养子指定继承人的都不被承认。德川家纲的时代追加了一条，如果家主不满50岁就生死，可以临时指定继承人。此外，德川家纲善用宣传而非法令，比如公告幕府更希望藩主贤明而不是武勇，还有如前所说的江户前期武家殉死蔚然成风，直到参勤交代确立之后才有所好转。但是这个问题还是存在的，这么多年来还是总会发生家臣集体为主君殉死的事情。德川家纲也公告了，虽然这种事幕府也不会管，但是将军感情上不希望看到殉死的事情发生。总之，家纲的时代就是这样慢慢的潜移默化的重文抑武，看起来进入了和平时期，也开始推行文官政治了，应该能带来繁荣吧？实则不然。德川家纲的时代，幕府的财政非常的差，主要原因是金银矿一直是德川家的收入支柱之一。但是家纲的时代，日本的这些金银矿都有了枯竭的趋势。其次是1657年发生了明帝大火，这场大火摧毁了江户城的60%，赈灾和重建进一步加重了江户幕府的财政危机。已经经历了4代统治者了，江户幕府下的日本一直在缝缝补补，但是还是没能迎来繁荣时期。之后家纲的继承人是他的弟弟德川纲吉，这位第5代将军也不是一个特别靠谱的人。一开始呢，德川纲吉的大佬是枯田正俊，但是这位枯田正俊性格固执傲慢，而且权力欲极强，最终他的下属不堪羞辱，在江户城内刺杀了他。这件事大大震惊了纲吉，大佬竟然能在江户城内被刺杀，那日本还有安全的地方吗？纲吉就变得对他人非常的多疑。后来为了加强警戒，纲吉甚至与老中都保持距离，委任柳泽吉保作为传信人，才和老中维持了日常政务联系。德川纲吉继续深化文治政治，他的时代发布了新版武家诸法度，第一要义从以前的锻炼武艺不可懈怠，改成了尽忠尽义，礼仪规整。文治政治时代真正到来。纲吉的文治改革方向之一是遵从儒学，他修建了汤岛圣堂来祭祀孔子和传授儒学。其实我以前读书时就一度住在汤岛圣堂的旁边，是个好地方，还挺怀念的。此外呢，德川纲吉十分喜欢狗，甚至颁布了生类怜悯令，规定禁止杀生，凡是杀死其他活物者死刑。这搞得日本民间的生活产生了极大不便。不过这也是一个改变武士价值观的法令，以前的日本人还是认为武士杀生是一种美德。德川纲吉时期影响最大的政策，那得是勘定奉行荻原重秀建议的实行货币贬值。江户时代的俸禄制度使得日本产生了金银币和大米作为并行货币的局面。在体制内呢，大名上交大米，从幕府换取金银币来管理领地；延伸到地方，则是平民以大米从大名处换取金银币来维持生活。而统治阶级的武士阶级则是掌握了大米的分配权，以此在货币流通上掌控了全国人口的生活。那双货币并行这种事，即使到了当代都玩不转，因为除了管制经济时期的政府之外，不可能有任何形式的人类组织能够长期的维持2种货币内部的汇率平衡。布雷顿森林体系尚且会崩溃，江户幕府就更不可能维持了。随着时间的流逝呢，日本人的生活状态已经完全从战争时期转向了和平时期。2种状态之下，国民对商品价格的判断自然是差了很多。也随着多年的俸禄制度使得金银币的流通增加，日本的商品经济开始发展，江户成为了数十万人口的大城市。城中不仅出现了奢侈服装店和高级食材的店铺，也出现了提供不同种类的肥料呀、零食呀、刀具呀、发型呀这种商业的店铺。同时呢，普通的武士因为俸禄是大米，因此要出售大米来获取金银币。和平时代农民的产量大幅提升，他们自己也能有更多的大米用于出售了，于是出现了米价贬值，金银币也贬值，米价和金银币的兑换上也贬值。显然大米的贬值最大，而幕府的税收就来自于大米，因此这个过程不仅导致了经济的混乱，也导致了幕府的财政困难。那为了应对财政困难，德川纲吉时代的勘定奉行荻原重秀就主导了货币贬值。江户幕府呢是尝试重新发行价值较低的小判金，其中的金含量从 84% 降到了 57%。这虽然是修正了大米和法币在数字上的汇率问题，但是理所当然的小判金也立刻就贬值了。日本出现了大通胀，引起了不小的混乱。德川纲吉之后呢，第6代将军是德川家宣，他其实是德川家光的孙子。
因为德川纲吉没有合适的嫡子，所以选了他当继承人。德川家宣的执政支持主要来自他的侧用人兼部全房和知名的诸子学者新井白石。所谓的诸子学呢，是日本对于宋朝朱熹学说的理解，与日本儒学类似，强调上下关系和礼仪。那新井白石作为一位诸子学者，自然是致力于提高将军的威望和建立更紧缩的社会形态。新井白石作为江户幕府的知名裱糊匠，比较重要的改革有3个，其一是废除了怨声载道的森内怜悯令，其二是加强将军的实际工作量结果德川家宣就任仅仅不到4年就过世了，年仅3岁的德川家继即位。新井白石继续主政，为了解决通胀的问题，新井又下令回收57%含金量的小判，从此只流通84%含金量的小判。结果通胀没能解决，经济反而变得更加混乱了。此外呢，为了防止金银的继续外流，新井推出了海舶互市新令，对日本的金银出口设置了严格的规定。一直以来，直接用金银从中国换取生丝，或者是从荷兰换取糖类的贸易，改为了持证交易。然后德川家继也是在位4年就过世了，他是德川家康最后的嫡流。至此，德川本家血脉断绝。这时幕府的财政危机还没能解决，又是国内经济混乱，民间怨声载道，国外因为单方面的限制了贸易而外交恶化的时期。继一家的德川吉宗被过继到本家，继承第8代将军。幸运的是，江户幕府天命未绝，德川吉宗是一位优秀的中心统治者。作为一个分家出身的将军，德川吉宗提高自己统治合法性的成果自然是上限不足的，于是他只能削弱权臣，在御三家之外又设置了田安、伊桥、清水、御三亲家族，他们也部分拥有德川本家的继承权。吉宗即位的1716年，幕府的财政陷入了巨大的困境，导致这一问题的原因竟然是农业和手工业的持续快速发展。如今的市场上呢，已经有了引进中国或者是欧洲新技术的高级农具、肥料或者是农业理论书籍这些东西，但是只有少数的富农能够买得起，这导致了民间的贫富差距越来越大。随着米价的下跌，一些富农的民间社会地位已经超过了武士。德川吉宗必须要解决这个问题，由听奉行大冈忠香和儒学家笛生促来主要负责，但是他们的3人小组都是只懂管理不懂经济，所以改革的进展很缓慢。虽然幕府内呢是出现了废除大米货币地位的建议，改用金银币来支付俸禄或者是吸收税金，但是谁也没有办法详细分析这种巨大的改革会引发的连锁反应。对日本人而言，从平安时代的庄园经济开始，大米作为特殊货币已经维持了1000年，这是一个超出了当时人的认知范围的提议，因而没能得到响应。最终吉宗没能下定决心另起炉灶，而是选择在当前的系统内进行修正，实行享保改革。改革的第一步是幕府收集更多的大米，加强可控性。之后的主要改革手段，一是幕府对于公务员的工资进行大幅上调，二是颁布了简约令，禁止了很多新兴商品的买卖，其三是上米制，允许大民通过向幕府上交更多大米的形式来减免一半的参勤交代义务。因为到了这个时候，幕府已经全面从武断政治转向了文治政治，参勤交代这种87年前的制度，对于大民们而言，已经完全变成了意义不大的负担。你想想87年是个什么概念？那是1937年卢沟桥之变的年份，一个制度沿用这么长的时间，怎么可能依然合理呢？那上米制虽然在短期内获得了承认，但是大民们又不是傻子，这种明显的以罚代赏还是引发了大民们的普遍鄙夷，幕府的权威下降了。德川吉宗就把这出卖幕府权威换来的大米交给了商人们开发新田，这就是享保改革的第4个大措施——定免法。定免法取消了比例米税，改为征收固定量，配合中央政府直接发钱开垦新地，可以提高农民的积极性。但是这也是一项严苛的法律，因为江户幕府一直都是奉行农民要维持在饿不死就行的状态，定免法规定的量还是相当苛刻的。后来天气不佳等情况发生时，江户的农民就会生活非常困难。德川吉宗改革的第5大措施是相对激令，这是一个关于借贷关系冲突的处理办法的规定，主要是解决2个问题，一个是裁判所因为大量的商业争端而人手不足的问题，另一个是武士利用政治地位欠钱不还的问题。接着享保改革的第6个大措施是逐高制，主要意思就是如果地方政府有优秀的人才，因为不满于工资想要辞职的话，中央政府可以帮地方政府垫付差额把人留下来。此外，德川吉宗还设立了木安乡制度，收集社会中下层的建议，像是面向低收入人群的免费医院、小石川养生所，以及专职消防的新政府部门听火消，都是德川吉宗通过木安乡得到建议之后实施的。
享保改革呢，虽然是不触及根本的表户改革，但是动作不可谓不大，还是有一定的效果的。3个主要改革目标中的解决幕府财政不足的问题基本达成了，幕府的财政终于迎来了盈余。但是另外2个目的，解决通胀和米价下跌的问题，以及解决武士的社会地位跌落的问题都没能达成，反而越来越严重了。于是集中决定专项整治，下令把全国的年贡大米汇集到大阪进行合规认证，并且还大量收购大民和商人们手中的大米，然后行政命令强制提高大米的价格。那然后自然是国民们都不买账而宣告失败了。集中时代也认可了租种监这种组织形式，所谓租种监是日本民间自发的行业联合会形式。到了集中的时代，不仅承认了其合法性，而且允许行会垄断。德川集中的计划呢，可能是为了对分散的市场进行集中管理，也就是通过对垄断全行业的租种监施压，达到控制物价、抑制通胀的目的。那结果呢，当然是租种监们根本就不鸟幕府，合法垄断组织越来越多之后，通胀反而变得更加严重了。那低收入人群的生存压力越来越大，加上参勤交代的概念被淡化了，江户特色的百姓议会越发的严重，主要的要求就是减少年贡，主要是因为现在幕府不管他们死活了。其实在整个江户时代，大约80%的百姓议会都是以百姓的诉求得到了满足而结束。地方上的大民们并不希望自己的领民生活得过于艰难，处理农民起义本身对他们来说也是一件非常麻烦的事情，因为地方起义一直镇压不下去的话，幕府一定会给他们减封套餐的。所以大部分针对大民的议会都是以大民让步来结束的。那现在呢，江户幕府削减了大民对领地大米管控的自主性，虽然是延缓了经济崩溃，但是大大加重了民间的负担，百姓的议会也变得越加困难。天灾人祸之下，甚至发生了享保大饥荒。所以德川集中的时代开始，百姓议会的动作越来越大，议会中直接打劫富商和官员也变成了常规操作。1745年，德川集中在位长达29年之后宣布退位，由其子德川家重继任为第9代将军。集中的退位也标志着享保改革的结束。然而家重的健康状况不佳，在政治上几乎是无所作为，只是尽量维持享保改革的流程。随着百姓议会越发的严重，德川家重身心俱疲，宣布退位，由其子德川家治继任为第10代将军。家重不久之后就过世了，家治遵循家重的遗言，放任老中田沼义次主持政局，开启了江户幕府的田沼时代。尽管田沼时代并不包括在江户3大改革之中，但是田沼义次其实完成了拯救江户幕府的货币改革，是日本历史的重要人物。田沼义次他从一开始就决定了要把日本经济的核心从大米转向金银币，为此做了不少的努力。首先呢，他虽然继续承认租种监，但是不再是无条件的，而是要向这些组织征收民家金，然后再发送规定他们垄断范围的正式文件，这使得幕府有了把主要收入从农业税转向商业税的机会。此外呢，田沼试图扭转日本在外贸上的入超地位，偏向于给做鲍鱼、海参等等高价值商品的出口商发放渡航许可，希望以此使得金银回流。此外，田沼时代开始租发官银，称为蓝辽二租银，白银在日本从称重货币变成了计数货币，进一步促进了商业的发展。田沼还在商人集团的支持之下，完成了印番沼和守鹤沼等等大型新田的开发，并且田沼还参考了工藤平助对下夷地和西伯利亚情况的考察，推动了北方开发计划，派出由最上德类主导的探险队前往北海道建立殖民地。贡献如此杰出，为什么田沼义次的时代无法被计入江户3大改革呢？其一是因为当时的社会风气已经是朱子学的天下了。朱子学认为五谷为重，金银为贱。田沼义次的执政风格不仅因被视为贪婪而受到了指责，而且被指责污染了武士的纯洁。其二是他的改革进一步加重了社会的不公。作为田沼改革核心的民家金，在执行的过程中充满了行贿受贿，而幕府对于贪污的打击也倾向于作为针对政敌的工具，这就使得站队正确的官员们更加的肆无忌惮，并且饿死了日本接近5%人口的天明大饥荒就发生在田沼时代。但那时幕府的财政并不是最差的时候，可见整个国富民穷的情况越发的严峻了。因为这2个原因，经济学点的很高的田沼义次最终未能获得历史的伟名，并且他在当时已经颇受非议。支持他的德川家治去世之后，田沼义次因为天明大饥荒和熊沼火山爆发赈灾不力而被秋后算账下台。田沼家被彻底的赶出了政治核心。接着就是第11代将军德川家齐长达50年的执政，他不仅执政时间极长，而且期间呢，世界和日本的历史都正经历着大版本更新，所以通常都会把他的统治分成2个阶段，分别是前半段的宽政改革时期，以及后半段的德川家齐大御所时期。
宽政改革由德川家齐的老宗松平定信主政。松平定信作为白河藩主，挺过了天明大饥荒，在这个人们呼吁对田沼义次体制拨乱反正的时期，被支持入京主持改革。当然，更重要的是，松平定信的爷爷名字叫德川吉宗，也因此呢，松平定信改革时大量参考了吉宗的享保改革，加上天明大饥荒对他人生观的影响，宽政改革极大地抬高了大米的地位，金属货币再次回到了陪衬位置。那为了防止饥荒再次发生，松平定信采取了一系列的政策，用于增加幕府的大米收入，减少支出和重建农村。比较大的法令有7条，首先就是重提简约令，这个其实从享保改革开始就一直都是没事就拿出来说说。其次就是维米制度，这是预防饥荒的专门对策，要求所有的大民按照蛋糕储备紧急备用大米。第三是7分基金，其实就是维米制度的城市版，要求降低城市运营的预算到现有的30%，剩下的70%储存起来以备紧急之用。第四是旧里归农令，也就是给逃荒的农民提供资金，让他们回到家乡回归农业生产，也是为了解决城市治安恶化的问题。第五是在各个城市建立人族祭场，人族祭场的职责是收容走投无路的流民，并且教授他们木工或者是陶艺等等技术，然后一定时间之后再给介绍个工作。第六是弃捐令，这个就是明抢，如果之前商人以俸禄大米为抵押担保借钱给了武士，现在命令必须销账，或者是大幅度放宽还款期限。第七是出版统治令，禁止创作和销售包含批评幕府、伤风败俗或者引发社会不安的书籍。宽政改革开始，日本短时间的自由市场风气迅速结束，民间的生存压力基本是和最严重的享保改革时期相当了。此外，出版统治令也对教育进行了新规定，要求所有官方背景的学校都不得教授诸子学以外的任何学科。出版统治令的著名成就是封杀了林子平的海国兵坛。林子平出生于1738年，在幕府的开放时代与海外学者交流颇多，是当时的知名洋学者。1771年，他从东欧冒险家莫里斯的书信中得知了俄罗斯南下政策中包含了日本，故而开始创作海国兵坛，希望警醒日本人。1791年，幕府审查部门认为书中的日本应该加强海上军备，方可巩固海岸贸易的说法属于批评幕府，并且会动摇人心，制造混乱，因此封杀了此书，并且将林子平软禁于家中。同年，俄国的拉克斯曼来到北海道的根室，要求扩大贸易。日本发现俄国人正在考察北方岛屿的地形，当然幕府肯定不能明说其实自己并没有赏善罚恶，所以这并没有改变海国兵坛和林子平的命运。在宽政改革刚刚开始的时候，底层民众度过了生死危机，社会上非常支持松平定信，幕府的权威极大提高。一段时间之后，该活下来的都稳定了，活不下来的都自然淘汰了之后，人们对幕府越来越严的管制迅速转向不满。但是现在有出版统治令，人们不能直接表达不满，于是民间流行川柳句，说白河清澈见底，活不下去的鱼儿们渴望田沼的浑水。而且宽政改革中，民间缺乏发声渠道，常常毫无征兆的突然发起反抗幕府的运动。德川家齐和中下层官员们对这样的结果也很不满，见大势已去，松平定信选择辞职，开历史倒车的宽政改革仅仅6年即告失败。那宽政改革中的简约令也不用管了，之前德川家齐其实很想过奢侈生活，但是想着为了幕府，他选择以身作则，带头过节俭的生活，结果辛苦了半天毫无成果。现在德川家齐直接不演了，摊牌了，开始了在公务上毫不勤政，私生活奢侈放纵的快乐昏君模式。宽政改革的高压结束，加上将军带头行乐，整个社会的生产活动也变得松懈了下来。而且德川家齐的挥霍速度出奇的快，幕府的财政急剧恶化，为了应对，幕府再一次降低了小判金的金含量，弥补财政赤字。结果通货膨胀和货币流通量增加，竟然使得日本民间重拾了田沼时代的金银货币习惯，竟然出现了城市繁荣时期。但是相对的，靠大米收入的农民和武士就生活变得困难了。在城市繁荣之下，江户的周边开始流行赌博，这让幕府担心治安变差，于是德川家齐设立了关东取缔出役，其实就是专门维持关东治安的警察组织。总之，德川家齐的中期就是这样拖自觉。如果田沼义次是向前，松平定信是向后的话，这一时期的幕府既没有顶着政权危机的可能性带领日本更进一步的勇气，也没有狠心镇压强行为政权延续寿命的决心。那到了后期当然是问题集中爆发，这个过程可以说相当日本 style 了。那从世界历史的角度来看，德川家齐大御所时代是
工业革命和法国大革命的时期，世界的潮流是市民崛起和跨国贸易，所以一直有海外的船只尝试获得日本的贸易许可。差不多这个时候，俄罗斯的势力范围已经稳定扩展到了千岛群岛，阿伊鲁人已经同时与日本人和俄罗斯人进行贸易，日本人也多次派人对虾夷地进行地理勘测和军事调查，准备应对俄罗斯的进攻。1804年，俄罗斯人莱扎洛夫持松平定信发放的渡航许可，希望停靠长崎，遭到了日本坚决拒绝。莱扎洛夫一怒之下攻击华泰和泽捉岛，日俄之间气氛紧张。1808年，一艘英国船追击一艘荷兰船到达了长崎，并且登陆进攻荷兰长崎会馆，抓走了荷兰人。然后英国船要求长崎地方政府给他们提供补给，日本人以释放荷兰会馆的人质为条件答应。此事之后，日本男学家团体极力向幕府建议开国革新，遭到了坚决拒绝。1811年，日本在国后岛逮捕了一名正在进行地形勘测的俄罗斯人。次年，俄罗斯方面派人上岛，也抓走了一名日本人。双方交换人质之后，俄罗斯向南和日本向北的扩张都有所收敛，两国的关系修复。1824年和1825年又分别发生了一次英国人未经许可在日本登陆的事件，其中一次还与当地的村民发生了冲突。又有荷兰会馆的德国人医生被发现试图带走日本地图。这些事件之后，日本进一步限制外国人在日本的活动，并且颁布了一国船打伐令，命令除了开关港口之外，各地大名要无差别进攻所有试图靠近日本的外国船只。1837年，一艘美国船只试图帮忙送日本的漂流民回到日本的陆地上，在浦贺附近遭到了攻击，并且被驱逐。事情的原委明确之后，日本的开国派学者纷纷批评，德川家齐一怒之下处决了男学家高野长英和渡边华山，称为蛮社之狱。虽然开国派学者们已经做了大量的工作，希望帮助幕府在开国之后依然可以维持体制，以此让幕府更容易接受开国，但是幕府拒绝开国的原因，除了文化和制度冲击，还有一个是日本又到了虚弱时期。德川家齐中期的拖字诀不仅表现在外交上错过了最佳开国时期，还表现在内政上既无偿付于民，又无官方的大量储存。1833年开始，天宝大饥荒爆发，尽管幕府极力放粮，仍不能解决问题。日本人口从大约3200万人跌到了大约3070万人。在天宝大饥荒中，大阪听奉行所官员大岩平八郎看到了大阪每天都有人饿死，但是主要官员不仅不放粮，甚至从大阪周边征收粮食运往江户，祝贺上司的升迁。大岩选择倾尽家财组织民众起来反抗，虽然半天就被镇压了，但这成为德川幕府即将迎来终结的第一个征兆。1837年，德川家庆接替德川家齐掌管幕府。面对内忧外患，山河破碎，家庆任命水野忠邦为老中，承诺给他足够的权限放手改革。但是这个时候，德川家齐还活着，依然过着极尽奢华的生活，这不仅严重削弱了幕府的财政，而且他还会在不爽的时候阻碍改革的进程。到了1841年，德川家齐终于去世，水野忠邦主导的天保改革正式开始。水野忠邦出山的背景和松平定信一样，是出来收拾大饥荒残局的，所以天保改革也强调财政紧缩和重视大米。其对民间的高压程度严厉到了老人们甚至会自嘲说，还是宽政改革时活得比较轻松。就幕府这群改革者真的是每一代都比上一代更不做人。天保改革也是简约令起手，而且下令禁止奢侈消费，限制歌舞伎表演，禁止提供高级食品和点心。第二项措施是人返令。天保大饥荒时期的自然条件很差，很多农民都进城务工以求生存，所以现在命令这些人全部返回土地继续务农。结果这些人被赶出了江户，也就躲在附近，随时都准备回去，导致江户周边的治安恶化。第三个措施是解散租仲间，因为水野忠邦认为物价上涨的原因是租仲间的存在，使得商人们联合操纵价格。结果本来商人们会通过租仲间更有效率的相互支援，现在租仲间没了，商品的流通和储存成本大幅上升，物价又开始了暴涨。天保改革的最后一条措施是上支令，大概就是要将大阪周边和江户周边现在各大名的领地全部收回幕府，希望以此建立一个基础的财政来源，以及避免被外国迅速占领重镇。当地的领主们当然不愿意白白的被从高价值领地转封出去，但是如果幕府要给出对价的转封，有时候甚至需要把小领主提升成大名才够，这也会造成大量的开支，所以最后上支令不了了之了啊！虽然是个大措施，都是胡来，但是只有一点反抗能力的小领主们才能够成功说服幕府放弃相关的措施。不过说白了，其实前三条都没有什么创意，就只有最后这一条上支令让人印象深刻，偏偏就这一条失败了。
幕府和水野中邦的权威都大幅下降，加上1842年大清签署南京条约，正式在鸦片战争中输给了英国，这大大震撼了日本人。有识之士都意识到了西方的强大，以及为了整个日本不能再任由幕府胡来了。于是其他不满改革的人也大量发声反对，天保改革仅仅2年即告失败。那幕府的权威下降，地方强藩的地位就起来了，成为雄藩。萨摩藩启用调所广乡改革经济，向创业者发放25年无息经营贷款发展商业。萨摩商人迅速垄断了从琉球到日本的黑糖贸易路线，这些利润支撑起了萨摩藩的藩内市场和在西式军队上的发展。差不多同一时期，长州藩启用春田清丰进行藩政改革。长州藩也采用发放超长期贷款的形式鼓励商人创业，并且在下关收通行税，在日本海和濑户内海之间做生意的商人只能认缴。大清这样的庞然大物尚且败给了英国，同样也让幕府明白了自己更不可能战胜西洋国家，于是立刻废除了一国船打法令，改为外国船只不得登陆，但是在必要的时候，日本可以为他们提供燃料、木材、食物和饮用水的补给。最先得知这一消息的是一直被允许与日本贸易的荷兰人。于是1844年，荷兰国王向德川家庆写了一封亲笔信，建议日本开国，幕府依然拒绝。日本国内的开国呼声也越来越高，许多书都打着其他的名号，但是细究起书中的内容会发现，都是拐着弯的在促进开国。幕府和各雄藩的主政者都在犹豫是否应该开国，不过也没有太多时间给他们犹豫了。1846年，彼得尔带着美国国书到达浦贺附近，正式建议美日建交，遭到幕府拒绝。之后就是1853年，佩里和他的黑船强行驶入了江户湾。都看到这儿了，别忘了积分、硬币、点赞、订阅哦，我们下期再见。